全球祭坛降临，当所有人都在献祭身上最值钱的物品，渴望得到一份白色光芒的奖励时，你却拿出一包辣条丢在祭坛中央，周围的人都嘲讽你不过是个博眼球的穷酸鬼。谁知祭坛却绽放出了最高等级的红色光束，光芒中赫然浮现出一个从未出现过的神话物品，只因你觉醒了唯一能力——真实之眼，可以看穿每座祭坛链接的坐标和需求，只要根据需求献上对应物品，就能获得祭坛的最高奖励。殊不知，就在数小时前，你还是一个被前女友榨干积蓄的牛马，对方拿着你新买的迪奥包包，转身就坐进一辆崭新的迈巴赫。你走在路上时，感觉天都要塌了，岂料天空真的传来一声巨响，紧接着无数祭坛从天而降，瞬间整个世界都被恐慌笼罩。突然，你的眼睛传来一阵刺痛，再次睁眼时就发现不远处的祭坛上多了一行只有你能看见的文字：祭坛编号666，连接坐标无间深渊。一头吞噬过万物的巨兽正在沉溺，无尽岁月让它索然无味。此刻的它渴望一种能带来极致味蕾刺激的食物。这时，周围的人也都围了过来。当一个胖子将手里的面包扔进祭坛后，片刻后，祭坛竟然冒出一道柔和的白光，随后一颗散发光芒的果实出现。小胖呼吸急促，毫不犹豫地将果实塞进嘴里，他身上的肥肉竟然迅速消失，转眼就变成了线条分明的肌肉猛男。这一幕惹得众人再也坐不住，纷纷将手里最值钱的东西丢进祭坛。一时间，无论是百达翡丽还是黄金钻石，疯狂的人群全都不管不顾地丢了进去。你看着这一幕，大脑一片空白，因为只有你知道，祭坛后面的生物只想要极致的味蕾刺激，而你恰好就有。当初朋友从国外带回一包死神辣条，你只是舔了一口，就让屁股着了3条。既然一块面包都能获得一枚强化果实，倘若你投其所好，又会得到什么？想到这儿，你狂奔回家，翻箱倒柜，找出那包死神辣条。冷静下来后，你没有着急出门，而是打开电脑查看信息。果然，全球的网络上已经炸开了锅，所有网站都被祭坛2个字刷屏。中东酋长献祭1车黄金，获此超凡之力。一位富豪直接用卡车拉来成箱的金条，全部倾倒在祭坛之上，没想到竟然得到了蓝光奖励。祭坛回馈出一道散发蓝色光晕的种子，富豪吞下后获得了召唤藤蔓的恐怖能力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个消息也引起了你的注意：樱花国献祭失败，召出10人恶鬼。一位剑道大师将祖传的古剑献祭，没想到却出现一头缠绕黑气的恶鬼。目前樱花国伤亡惨重，军队已经介入。你看着新闻倒吸口凉气，原来献祭失败也会招来恐怖灾难，所以精准献祭对方渴望的东西很重要。就在这时，手机猛然传来震动声，龙国官方紧急通告：初步研究发现，献祭神秘祭坛存在巨大风险与次数限制，同一祭坛每人只能献祭1次，每人每日只能献祭3次。同时，祭坛降临引发未知能量脉冲，全球所有监控设备全部损坏。看到这里，你心中猛地一紧，这不正是天赐良机吗？看了眼手机上的时间，晚上10点，将死神辣条装好后，你毫不犹豫地潜回了广场。这里空无一人，只有白天剩下的零碎祭品。你从兜里拿出那包死神辣条，随后小心翼翼地将它放在祭坛上。突然，祭坛异变陡升，一道红色光芒冲天而起，顷刻之间，整座城市都被血光笼罩。数公里外还在街道上的居民也被这毁天灭地的景象吓得不轻。与此同时，你发现祭坛上浮现一枚漆黑的巨蛋，你立刻把它抱在怀里，没有片刻停留，消失在原地。此时，龙国首都异常事务管理局总部警报声响起，一位面容坚毅的男子询问：坐标锁定了没有？报告将军，根据收集到的信息，已经锁定大概范围。只见地图上的位置赫然就是你所在的城市龙国江城西区。立刻将这里列为 S 级的观察区，通知江城分部，不惜一切代价查清大道红光到底是什么。此时你已经跑回家中，看着怀里的巨蛋，你有些疑惑，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总不能撬开做一份黄金炒饭吧？突然，一行文字从蛋壳上浮现：深渊魔龙之卵，品质神话，孵化后获得一头深渊魔龙当做跟班，它的力量甚至能撕裂神明。看着介绍，你兴奋了起来。经常打游戏的都知道，神话肯定是所有品阶中最高的，这死神辣条果真没让你失望。突然你意识到了不对劲，这眼睛为什么连祭坛回馈的物品也能解析？你连忙跑到卫生间，死死地盯着镜子里的自己。一行字体浮现：真理之眼，品质唯一，可以洞察万物因果。注释祭坛，可见其连接的位面坐标以及因果需求。注释祭坛相关物品，可见品质名称以及作用。原来如此，没想到这双眼睛的作用竟然这么多。忽然你想起之前看到的帖子，无数人献祭后得到了一截看不懂的枯木，一块平平无奇的石头，他们不知道有什么作用，只能白白浪费。但你却不一样，只需要看一眼那些东西的信息将无所遁形，以后去捡漏也不是不可能。随后你将龙蛋放到了被子里，看了一眼墙上的时钟，晚上10点半，距离今天结束只剩下1个半小时。你目前还有2次献祭的机会。想到这，你将可能会用上的东西放进背包，什么风油精、打火机和哲学书，这些别人觉得是垃圾的东西你都没放过。最后将一把防身的
水果刀塞进去后，你注意到了书桌上的相框，照片中的夏薇薇笑容灿烂。想到留着也没有用，你将照片塞进了口袋里，准备扔掉。出门后，你直奔城西的废弃工业区，那里荒废已久，而且地形复杂，是绝佳的行动地点。岂料这时手机突然响了起来，打电话来的不是别人，正是你的前女友夏薇薇。你直接挂断电话，拉黑删除了。与此同时，5星级酒店内，夏薇薇正和张扬在一起。她本以为你还守在破出租屋里黯然神伤，谁知下一秒电话竟然被挂断了，一股无名之火从心底升起。他这个被自己甩了的废物，凭什么敢挂断电话？怎么了，宝贝？一句简单的问候，直接化解了夏薇薇刚燃起的怒火。看着眼前的男人，她十分满意，随手就能拿出几万的包和几十万的表，这些都是这个时代最好的祭品。而深情和誓言，在这些机缘面前全都一文不值。毕竟他献祭了你送他的迪奥包包，祭坛竟然冒出了摄人心魄的绿光，而且接下来的2次献祭依然是可遇不可求的绿光，这都说明她就是时代的天命之女。一旁的张扬也很在意夏薇薇，只不过他的眼里深处却是一片算计。他本来只是打算花点小钱玩玩，没想到这女人的运气竟然这么好，连续3次都能献祭出绿光，留着她或许后面会有大用。另一边，你已经到达废弃工业区，必须在12点前找到2个合适的祭坛进行献祭，否则机会就浪费掉了。刚走2步，你就发现一座祭坛，祭坛编号25091，连接坐标废品机械镜，一只以收集垃圾为乐的机械小鬼，他对瓶盖有着近乎偏执的狂热。你微微摇头，一个捡垃圾的机械小鬼再好能给什么好东西？于是又往前走了一段距离后，一个祭坛浮现在眼前，祭坛编号18472，连接坐标干涸的池塘，一条即将渴死的鲤鱼精只想再喝到一口甘甜的淡水，这个你也并不满意。直到你走到了一个全是垃圾的小巷子中，确认四周无人后，你将目光锁定在这座祭坛上，祭坛编号4444，连接坐标悲泣剧院。一位在舞台上永恒轮回的悲剧女主角，对早已注定的剧本感到极致厌倦，此刻正渴望得到一份源自于真实背叛，饱含着极致憎恨与浓烈不甘的物品。你顿时呼吸一紧，编号竟然是4个4，而且他的需求更是刁钻到了极点。但自己不是刚好被甩了吗？你将夏薇薇的照片拿了出来，紧接着用水果刀在上面划过。由于害怕不能将憎恨和不甘表现得淋漓尽致，你开始闭眼回忆时，你怎么发烧了？我可跟好闺蜜约好了去逛街，你自己多喝点水。我的游戏账号呢？我把它卖了，你们男人就是玩物丧志，那几千块我留着给咱们买好吃的，你也该懂点事儿了。我可不想跟着你吃苦，以后我们注定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请你不要再纠缠我。想到这，你忽然笑了，拿起兜里的打火机，将照片烧黑了一部分后，你直接将祭品放到了祭坛上。忽然紫色的光柱升起，这动静比红色的光柱内敛一些，但是新闻中也并没有提及这个颜色的光柱，你不禁有些期待着。随后只见5张破旧的票单浮现，你一把就将其抓在了手里。真理之眼发动，异形文字浮现，系列物品第4幕的入场券，品质史诗，一次性消耗品，使用时可以强行唤起内心最深的恐惧或痛苦的记忆，使其精神崩溃3秒，无法行动。竟然是史诗级，虽然不如一开始的龙蛋，但也是3秒的强控道具，足以在战斗中决定生死。而且这玩意儿貌似是一系列的物品，倘若前面的几幕都凑齐了，又会发生什么？你没时间多想，因为距离12点还剩下最后半个小时。随后你在整个工业区寻找，又发现一座祭坛，祭坛编号7591，连接坐标迷惘的十字路口。一个迷失的探险家渴望得到正确的方向指引，你摇摇头转身离开，这个需求你根本给不了建议。又往前走了一段后，一个祭坛吸引了你的注意，祭坛编号1988，连接坐标无声的图书馆。一位年迈的图书馆馆长渴望听到一句别人衷心的赞美，你本想选择这个算了，不过想到以前过的苦日子，你还是决定必须利益最大化。当你转悠了一大圈后，终于发现了一个巨大的车间，里面一座祭坛诡异的矗立在那里，祭坛编号101010。看到编号后你有点不太在意，但紧接着你就发现不对劲，这编号竟然是2进制代码。异形文字浮现，连接坐标逻辑起点，一个即将诞生自我意识的超级 AI， 它精通各种复杂推演，但还是无法理解一个悖论：为何智慧生物会思考那些对生存毫无意义的问题？它渴望得到一份这种无效智慧的样本，你立刻决定就是它了。于是从背包里拿出了一本书，名为《存在与虚无的哲学书》，这简直和要求完美契合。将物品放到祭坛后，一段尖锐的噪音仿佛要刺穿耳膜，空气里也传来电子元件烧焦的臭味。你顿时一慌，难道这是把 CPU 给干烧了？突然，一道金色光柱冲天而起，整座车间被光芒笼罩，你的心脏砰砰直跳。谁曾想，几个小时的时间，你就把连网络上都没出现过的红紫金3种光芒全都集齐了。突然，一道致命的寒气从背后袭来，你接
借助强光瞥见了一道黑影，只见他以飞人的速度暴冲而来，眼看刀尖就要插进你的身后，可是下一秒，偷袭者的身体突然僵在原地，紧接着痛苦的嘶吼传来，只见他的短刀掉在地上，正痛苦地捂着脑袋，因为就在你来不及反应时，直接使用了第4幕的入场券，让对方处于痛苦的回忆中3秒。你立刻取出别在腰后的水果刀，手起刀落将对方解决掉。随后你靠着墙壁开始不受控制的发抖，毕竟是第一次杀人。看着对方的尸体，你扭过头，将胃里的东西全都吐了出来。片刻后，你强迫自己站起了身。看来高级的光束虽然代表机缘，但同时也是一道催命符，它会吸引那些在暗处的窥视者。紧接着你就发现尸体之上浮现出了2个暗淡的白色光团。真理之眼发动，轻盈绑腿，品质普通，小幅提升移动速度与弹跳力，无主状态。随后你看向另外一件物品，劣质体能护符，品质普通，小幅提升身体耐力，无主状态。看到无主这2个字，你脑海巨震，一个残酷的规则浮现在脑海：杀人夺宝。只要消灭对方，就能将对方献祭获得的物品占为己有。这家伙能有2个实用性道具，可能就是之前也对别人下过手。可为什么网络上都是各种光芒的报道，却没有任何一条信息提及这个风险？你越想越细思极恐，不是没人知道，而是知道的人都选择了沉默。他们有的人和地上的尸体一样，有的人则是想当猎人，还有一部分人则是不敢说，比如官方，因为公布这个消息，就等于变相的承认现有的社会秩序已经崩塌了。黑暗森林法则开始接管，整个世界都会彻底走向失控的深渊。想到这，你不敢耽搁，收起白色光团后，你立刻看向祭坛中央，那里有一枚拳头大小的金属立方体。真理之眼发动，降维仓库，品质传说。绑定后获得初始体积1000立方米的次元空间，可凭意念随时存取祭坛相关物品。竟然是传说级的道具，而且是后勤保障物品。你立刻想到了那枚还在家里的魔龙之卵，把它放进空间里，无疑是最安全的。当手指和立方体触碰的瞬间，你的意识中就多出了一个浩瀚空间。随后你心念一动，第4幕的入场券也被丢了进去。做完这一切，你看了眼手机，刚过0点。随后你收起那把沾血的水果刀，准备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然而当你刚走出2步，突然一道巨大的闪电撕裂天穹，紧接着豆大的雨点从天而降。明明前一刻还是月明星稀，怎么忽然就大雨倾盆了呢？这雨不对劲，你待在原地没敢轻举妄动。你的包里虽然有雨伞，但是却不知道这雨到底有没有危险。毕竟就连祭坛降临这种事都发生了，雨水让人变异也不是不可能。随后你拿出手机开始查阅，果然论坛上关于雨水的消息冒了出来。之前的热点还是献祭物品，现在却全都是坛友在问：你们那边也打雷下雨了吗？兄弟们，这雨绝对有问题，别淋，小心变异。呜呼，我淋雨了，我还没摸过妹妹的手，别让我变异成丧尸啊！帖子刷新的速度极快，你的心也一点点沉了下去。如果这雨真会让人感染，那后果不堪设想。还没等你思考对策，突然一条标红的帖子让你心中一紧，卧槽，出大事了，祭坛没了！在你及其新闻中都未出现过的红金子奖励后，第一时间准备回家，没想到本来月明星稀的天空却突然大雨倾盆。打开手机后，你就发现论坛上关于雨水的消息不停地冒出，而且帖子的刷新速度极快。但是最让你担心的消息却不是雨水，而是一个标红的帖子，出大事了，祭坛没了。你猛地回头查看，果然身后的祭坛真的消失了。同时你也惊恐地发现，刚才的尸体竟然也不见了。但是你很确定这里并没有人来过，唯一的解释就是雨水，它的出现代表着祭坛会消失，同时也会洗刷掉前一天的痕迹。再加上全世界的监控都没了作用，这不正是杀人越货的完美环境？既然雨水没有危险，你连忙拿出雨伞往家的方向走去。就在你离开后不久，异常事务管理局也来到了这里。很快他们就发现了刚刚祭坛所在的车间。组长秦风立刻朝队伍后方看去，只见一个20多岁的女孩走出。昨天她献祭后获得了一种能力，能量回溯，可以感受到空间中残留的能量波动，等级越高，残留的痕迹就会越清晰。只见林婉闭上双眼开始感受，突然她发出一声闷哼后，身体向后倒去。秦风立刻将她扶起。怎么回事？林婉大口喘着粗气，声音有些颤抖。这里和昨晚的蓝光现场有很大的区别，可以说那里是萤火虫，而这里却凉如白昼，宛如太阳。一名队员忍不住开口：难道是金光？秦风的表情也立刻凝重到了极点。立刻封锁这里进行彻底排查，同时立刻将情况上报给总部，告诉上面，我怀疑这里藏着一个超乎想象的怪物。另一边，你刚到家就立刻将魔龙之卵放进次元空间，这样以后都不用担心龙蛋会暴露。如果孵化出来的魔龙也能放进去就好了。但在此之前，首先要考虑的是该如何孵化。想起电影中的滴血认主，你也准备试试。将一滴血挤到蛋壳上后，突然龙蛋上浮现出一行小字：孵化条件，吸收足够量的血液。这和你想的差不太多，但是吸自己的肯定是不够的，只能明天再去想办法。毕竟你今天精神高度紧绷，已经疲惫到了极点。很快你便睡了过去。
清晨5点，一阵刺耳的警报声将你吵醒。只见祭坛竟然真的刷新了。你打开手机开始查看论坛，很快就得到了几个结论：凌晨的灰雨对身体没有伤害，同时早晨5点就会停止，祭坛也会在这时刷新。起来后，你准备去街上吃点饭，同时思考下到底去哪里弄到足够多的血液。你刚到餐馆点了碗面，就打开手机查看论坛。不过今天里面的内容都离不开献祭，很多人都为了献祭祭坛成了赌狗。然而就在你吃面的过程中，却听到旁边2个男人的对话。只见一个男人神秘兮兮地说道：“你看外面那些人，只知道献祭祭坛，把那些古董玉器像赌徒一般奉献出去，却忘记了一件重要的事情。”旁边的男人顿时有些好奇：“什么事情？比献祭祭坛还重要？人总是要吃饭的。”所以柴米油盐永远是刚需。我准备抄底一个小的食品加工厂，等那帮疯子把钱都败光了，哭着喊着想吃饭的时候，我就是江城的食品大王。听到这里，你脑海爆发一道惊雷：食品加工中不就有肉类吗？而这些肉从哪里来？毫无疑问就是屠宰场。若是抄底盘下一个屠宰场，那现在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。随后你快速返回家中，打开电脑开始查看信息。因为受到祭坛的冲击，很多厂子都在出售。很快你就锁死了一道信息：城西郊小型屠宰场因个人原因急售，价格面议。你没有任何犹豫，拨通了电话。很快你就和对面沟通好了时间，准备面谈。挂断电话后，你看了眼余额，这笔钱或许某些人眼里连一次像样的献祭都换不来，但现在或许可以买下一座属于你的龙巢。下午2点，你来到江城西郊，只见一个中年男人立刻迎了上来，随后便给你介绍起厂房。这屠宰线上个月刚花大价钱保养过，那边那个冷库制冷效果杠杠。但是你却扫视四周，一言不发。你这副冷淡的样子让对方没了底，试探性的报出了一个虚高的价格。你没说话，只是摇了摇头。在一番拉扯下，最终用报价的40%买下了这里。随后对方签完协议后，就将钥匙交给了你，同时也和你交代了附近养殖场的电话，直接解决了货源问题。你将买下的场地巡视一番后，随后便推开了地下的暗格。这里是一个破旧的储藏室。突然真理之眼感受到了一点微弱的能量波动，小心翼翼地拨开木板后，一个祭坛出现在眼前。祭坛的外观猩红无比，还有心脏跳动的声音传来。你强忍恐惧发动真理之眼，双眼传来一阵剧痛，一行燃烧着血焰的字体出现，祭坛编号40，连接道标猩红王座，万物皆为食粮，直至猩红加冕。特殊属性：永恒祭坛，该祭坛永久存在，不占用每日献祭次数，可献祭次数无限。特殊属性：血肉熔炉，可将任意祭坛回馈物品献祭转化为原血，吸收后可永久提升全身气血。你内心震撼，这是你见过的编号最小的祭坛，同时还是永久存在的。更逆天的是可以不限次数的献祭，而且这个位置简直就是你的私人专属。有这个祭坛作为中转站，后面那些没用的道具都能变成元血，用来提升自身的气血。此刻你再也按耐不住想试试，毕竟手里刚好有祭坛回馈的道具。将昨晚获得的劣质体能护符扔进去后，祭坛中央凭空出现一枚造型古朴的玻璃瓶，里面装着半瓶发黑的液体。随着真理之眼发动，一行字体浮现，名称原血，品质普通，吸收后可小幅提升全身气血，永久固化。果然和你想的一模一样。随后你没有犹豫，直接喝了下去。本以为会是恶心腥臭的味道，没想到却是非常的清冽甘甜。就当你好奇怎么自身没反应时，一股热浪在体内爆发，你只感觉每个细胞都在贪婪的吸收热量，身体上开始出现热气蒸腾而出。这和那些道具的感觉完全不同，因为这股力量完全从血肉中迸发而出。随后你便走到半扇牛肉前，只是简简单单的一拳，竟然直接将上百斤的牛肉击飞到墙角，这比你想象中还要恐怖。要知道你只是吸收了一瓶普通的原血，肉身成圣貌似也不是梦。你按捺住心中的激动，准备明天先去进一批鸡，用来孵化龙蛋。而你现在需要去收集那些没人要的回馈品。无数人花了大价钱献祭祭坛，得到的物品却是垃圾，而这些正是你的目标。赌博有风险，而捡垃圾却没有。下午你和养殖场的老板取得联系，却又碰到了一个新的问题：进一批鸡需要钱，而你买下屠宰场已经花光了积蓄。虽然已经是新时代，但货币依旧是撬动一切的杠杆，所以你当即决定还是先去捡一波垃圾，看看能否碰到什么宝贝。在你获得独有的猩红王座祭坛后，就准备寻找祭坛用完今天献祭次数。没想到当你刚走到菜市场时，一声凄厉的惨叫猛地从前方传来，只见一个穿着破烂僧袍的人形怪物正在撕咬着一个路人。你立刻发动真理之眼，肉食之憎恶僧，普通灾厄，因被诬陷偷食羊肉而被活活打死的护院武僧，他憎恨一切与肉相关的祭品。你心中瞬间了然，有大聪明献祭了肉类物品，才招来黑光中的灾厄怪物，这不是纯往枪口上撞吗？突然几辆越野车快速驶来，车门打开，从中立刻跳下几道人影，为首的正是异常事务管理局组长秦风。他神色冷峻地发出指令，很快现场就被封锁了起来。围观的群众被迅速疏散，但你却在不远处没有离开。
只见秦风看向了身后的女人，秦组长，能量波动很强烈，一定小心。林婉表情严肃，你在警戒线后听得一清二楚。卧槽，他竟能感知到能量波动，这特么不就是人形探测仪吗？突然林婉心有所感，直直朝你看来，瞬间四目相对，你强忍内心惊骇，表面上维持着群众该有的好奇和恐惧。只见林婉的眉头微微蹙起，刚才他感受到了一股奇异的能量波动，但是太过微弱，他也不确定。难道是错觉？就在这时，菜市场内的恶僧发出一声怒吼，秦风立刻指挥队员展开火力压制。没想到恶僧压根儿不怕热武器，见此秦风立刻挥手，二组上。话音刚落，只见两道身影一左一右爆射而出，其中一人的速度快到出现残影，举起匕首就朝恶僧的后颈攻击，而另外一人则直接举起巨大的铁架，朝着怪物的脑袋狠狠砸下。猛烈的攻势导致恶僧出现明显破绽，只见秦风竟然抓住机会亲自下场，手中的长刀瞬间缠绕刺眼的电光，仅仅一刀便斩下了恶僧的头颅。看到这里，你有些震惊，他们的配合无比默契，而你现在和他们的差距很大，要抓紧时间提升了。眼见太阳就要落山，你准备换个安全的地方寻找祭坛，于是便决定向郊区方向进发。一路上你虽然看到了好几座，但整体品质却比第一天还要差些。就在你走过一片烂尾楼时，突然真理之眼捕获到了一丝微弱的能量波动，你顺着楼梯走上2楼，只见一个造型奇特的祭坛展现在眼前。祭坛编号1955，连接道标永恒时钟城。一位追求极致精准的钟表匠神，因其创造的永恒时钟太过完美，所以陷入了无尽的枯燥之中。他渴望做出一些改变。看到这里，你不禁吐槽：这不就是吃饱了撑的吗？虽然祭坛编号比较靠前，可能有好东西，但是时间看不到也摸不着，实在想不出有什么祭品能够符合要求，索性只能先离开，寻找别的祭坛。当你继续朝着郊区深处走去时，再次发现一个蛛丝编织的神秘祭坛，祭坛编号37112，连接道标猪魔巢穴。一位失去了歌喉的猪魔母亲，她的孩子正因梦魇而夜夜哭啼，她想再唱一次魔猪摇篮曲来抚慰孩子。看完要求你脑瓜子嗡嗡的，人类的摇篮曲你都哼不完一首，更别说这魔猪的摇篮曲了。想到这，你无奈的转身离开。接连2次碰壁让你有些发慌。就在你准备放弃这片区域之时，公交站台微弱的亮光吸引了你的注意，你快步朝着亮光处走了过去。只见一个完全由火柴搭建的祭坛出现，仅只是站在周围，你就被悲伤的情绪所淹没。你立马发动真理之眼，祭坛编号23333，连接道标雪夜的街角。漫天风雪中，一位卖火柴的小女孩，她感到前所未有的困惑与悲伤，因为她想不明白为什么路过的人们不再需要她手中的火柴。看完描述，你有些不可置信，这熟悉的人设和悲伤的氛围，不就是卖火柴的小女孩吗？童话故事竟然也成了一个位面。不过震惊归震惊，这个祭坛或许还真有说法。你思索过后，掏出刚买的打火机，将它放在火柴搭建的祭坛之上。时代在进步，抓不住风口，你怎么卖得动火柴呢？话音刚落，异变陡生，一声嗡鸣从祭坛深处传来，紧接着紫色光束从祭坛中爆射而出。要来了！你第一时间注视着祭坛的奖励，只见那里漂浮着一个巴掌大小的火柴盒。就这。看到东西后，你满脑袋问号，但还是快步上前将它抓在手里。一股不妙的感觉浮现，名称希望的火柴盒品质史诗，每天凌晨5点自动生成5根希望的火柴。看完介绍，你沉默了。史诗道具怎么就5根烂火柴呀？抱着试一试的心态，你把火柴全部拿出来放在手里。名称希望的火柴，品质普通，点燃后极为温暖明亮，极难被风或水熄灭，还能对灾厄目标造成额外的灼烧伤害。能伤害灾厄倒是有点意思，说不定碰到黑光怪物能派上用场。不过就5根多少还是有点鸡肋。正当你准备将火柴盒放进降维仓库时，一道闪电划过脑海。小火柴的品质是普通级，如果将它们都献祭给猩红王座，那岂不是每天都能白嫖5平原血？想到这，你再也无法压制内心的狂热。验证，必须马上验证！你立刻朝着屠宰场的方向狂奔而去。20分钟后，你赶回屠宰场，接着便迫不及待地来到猩红王座前，将火柴拿出1根放到祭坛中央。你屏住呼吸，注视祭坛。下一秒，熟悉的一幕出现，一个暗红色的小瓶凭空凝聚，正是原血。成了！你心中狂喜，希望火柴盒加上猩红王座，这个组合简直就是霸哥，没有任何风险，还能带来持续的恐怖收益。将剩下的火柴全部献祭后，你的身上终于有了5瓶原血。将它们全部喝下后，你只觉得血液沸腾，全身燥热。几分钟后，你终于适应了新的力量。接着看了眼手机，距离今天结束还有最后2个小时，剩下的2次献祭机会可不能浪费。脑海中再次浮现出那座永恒时钟祭坛。
编号靠前还是时间属性，它的奖励绝对不会弱。可是到底要用什么东西当做祭品呢？想到这，你环视四周，目光停留在了老旧的台历面前。这是父亲生前从公司拿回来的，你一直没有舍得扔。台历上有各种各样的标记，最显眼的是6月7日画黑圈的一页，那是父母出车祸的日子，也是你每年去祭拜他们的时间。继续往后翻，9月15日是你和夏薇薇在一起的日子，12月24日是夏薇薇的生日，上面还有很多其他标记，发工资，还信用卡同学结婚，还有交房租。这些标记有好有坏，刻画出了一份属于你的时间线。这时关于钟表祭坛的念头越来越清晰，它创造的时间很完美，不会有任何偏差，所以没有惊喜意外，更没有欢乐和痛苦，仿佛只是一个死的世界。但是这册台历却不同，它承载着一个人的生活轨迹，里面的时间复杂混乱，充满不确定性，所以这样的时间是活的。而那祭坛需要的不是更加先进的技术，而是对时间的另一种体验。想到这，你出门直奔钟表祭坛。当你再次来到祭坛面前，直接就将台历取了出来，郑重地放在了祭坛中央。完美的时间没有生命力，而这份充满遗憾、记录不完美人生的时间才是活的。这份改变你可喜欢？话音刚落，只见祭坛上的台历消失，时间仿佛凝固了一般，四周也变得安静了下来。突然，金色光芒猛地绽放，整个烂尾楼内被照得宛如白天。无数人生的片段像一盏失控的走马灯，飞速在眼前流转闪现。同时，一枚造型古朴的怀表浮现在祭坛中央。你连忙发动真理之眼，命运怀表品质传说，被动能力对周围即将发生的变化产生极其敏锐的直觉，让持有者获得远超常人的反应和判断时间。看到介绍，你不禁皱眉，这有什么用啊？但是当你将怀表握在手里时，一股玄之又玄的感觉传来，你才知道自己有多么愚昧。这怀表提供的不是普通的力量速度，而是操作和意识，可以让你远超常人的气血和力量完美发挥。为了稳妥，你连忙将命运怀表放进了降维仓库，结果却发现与世界的共鸣感并没有减弱，反而依旧生效。以后要是再遇到偷袭者，你完全可以不动用任何底牌就能从容反杀。随后你再次看了眼时间，晚上10点40分，距离祭坛刷新只有1个多小时，还有最后一次献祭机会。然而当你把这片区域翻了一遍后，却只发现了2个毫无用处的祭坛，一个链接到巨型蚊子所在的沼泽，另外一个则是连接到了屎壳郎乐园。突然远处隐隐约约传来叫骂声，这里竟然还有人！你瞬间警觉，猫着腰潜伏了过去。只见一个露天的堆货场上有2拨人马正在对峙，旁边赫然是一座散发着粉色微光、造型像一只纤纤玉手的祭坛。你的心脏不争气地狂跳起来，这脉象一看就不简单。接着你发动真理之眼看了过去，祭坛编号9269，连接道标极乐魔宫，一位身经百战、对普通欢乐感到极致麻木的魅魔女王。她渴望一种能冲击灵魂的生理刺激。看到这，你倒吸一口凉气。祭坛编号倒是挺靠前的，但怎么看介绍有点不太正经呢？不过当你下意识摸了摸背包后，却突然想起里面的一件道具，这不刚好专业对口。就在这时，场上的情况发生了变化，一方是戴着大金链子的光头，身后跟着10几名混混，而另一边却只有4个人，领头的是一个身材火辣高挑的女子。只见光头混混狞笑着上前一步，你们可别敬酒不吃罚酒，胆敢抢我们兄弟的东西，现在交出来再上供点宝贝，兴许我们还能留你一命。然而对面的女孩依旧纹丝不动，只是冷冷地吐出一个字：滚。光头瞬间恼羞成怒，兄弟们一起上！正当10几个混混怪叫着冲上去时，女孩一方的4人也瞬间组成防御阵型，同时女孩拿着匕首朝混混们冲去，其他人也都实力不俗。其中一个力量型壮汉抡着钢管虎虎生风，其他2人则是专攻下3路。看着混混们被打得节节败退，光头气得大吼，全力一脚踹向力量型壮汉，顿时壮汉被踢得头紫鲜血飞出去2、3米，他的加入瞬间打破平衡，局势急转直下，女人的同伴被接连砍翻在地。于是很快，光头就将女孩堵在了集装箱角落。他没有屈服，反而眼中闪过一丝狠厉。都去死吧！光头察觉到不对，本想立刻后退，但是女孩却直接捏爆了肉球，黑色雾气瞬间席卷全场，从中走出一个3米多高的怪物。我操！黑光怪物！混混们全都吓傻了，但没想到更恐怖的一幕发生了。怪物出现的瞬间，竟然直接转身，第一时间将离他最近的壮汉撕成2半。光头混混看到后肝胆俱裂，疯子！这个女人就是疯子，她连自己人都杀。混混们四散而逃，但是怪物早已将他们击落，单方面的屠杀开始了。你在一旁看得心惊肉跳。这女孩的确是个狠人，为了脱身竟然要拉所有人下地狱，简直就是行走的定时炸弹。片刻的功夫，场上只剩下光头混混还在艰难逃命，但是怪物只是一个跳跃，就直接将光头压在了身下。
几分钟后，空地成了炼狱，混混和女孩的同伴全都成了尸体。但怪物饱餐一顿后，却并没有消失，反而依旧在周围徘徊寻找目标。而召唤出他的女人早都躲在了柱子后面，根本大气都不敢喘。你皱眉看了眼时间，11点50分，不能再等下去了，否则今天最后一次机会就要浪费在这里。你深吸了一口气，调整状态，随后调动全身气血，竟朝着那个行事疯狂的女人冲去。给我死！柱子后的女人第一时间就察觉到了不对，但是却没有选择逃跑，反而紧握匕首悍然反击。只见她以一个极其刁钻的角度直刺你的心窝，换作之前你很难躲开这一击，但现在有元血和怀表的加持，对方的攻击轨迹简直清晰的可笑，你甚至能预判到自己躲闪后他的变招。随后你略微侧身躲过攻击，接着还没等他反击，就一刀划开了他的手臂，接着又一刀划在他另一只手上。女人瞬间双手全废，开始尖叫着求饶。有事好商量，怜香惜玉点啊，大哥。可是你眼神冰冷，没有半点怜悯。动了手就必须斩草除根。随后手中的水果刀直取对面咽喉，这一刀根本无法避开。然而就在刀锋即将触碰到女人脖颈的瞬间，女人尖叫一声，砰的一下，凭空炸作一团血雾，而你的刀锋直接落空，血雾消散后，女人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你心中震惊，她竟然没有死，反而在我面前逃了。这特喵的是什么诡异能力？你本以为今晚怎么说也能拿下对方，没想到这个世界的水深得可怕，这种保命手段简直闻所未闻。不过他短时间内应该不敢再回来。就在这时，一声咆哮夹杂着风声将你思绪拉回。只见那黑光怪物已经发现了你，就在利爪即将抓在你身上时，你微微退后躲避了攻击，利用怪物攻击落空的僵直时间，用水果刀在他的腿上开了道口子。怪物吃痛，连忙进行反击，但是他的攻击在你眼中都是慢动作。命运怀表带来的预判太强了，仅几个回合，你利用身法和速度优势让他遍体鳞伤，但却一直无法找到他的致命弱点。随后你一边周旋一边开启真理之眼，只见怪物的后脑勺闪烁着红光，就是那里。你找准机会脚下一个踉跄，让怪物以为有机可乘。就在对方一口咬过来时，你凭借轻盈绑腿高高跃起，用尽全身力气将刀刺入怪物的后脑勺，他庞大的身躯轰然倒地。你长舒一口气，终于解决了。随后你不敢耽搁，将龙蛋从次元空间取出，开饭了宝贝。随后便把它放到了怪物的尸体旁。只见龙蛋仿佛活了过来，地上的血泊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失，就连怪物的尸体不一会儿也都干瘪了下去。此时龙蛋上浮现一行小字：孵化进度2%。你心中激动，养成路线果然没有错。随后你心中狂喜，再次把龙蛋放到两伙人打斗的地方。很快龙蛋将地上的血液稀释干净，尸体旁也零零散散爆出几个光团。你略微一扫，没看到什么好东西，直接将它们全都丢进降维仓库。等回去后全都换成原血。这波简直就是大丰收。做完一切，你将目光聚集在妖娆的魅魔祭坛。渴望刺激的魅魔女王吗？感受冰火两重天的魅力吧。将风油精取出来后，你直接放到了祭坛上，顿时两只玉手仿佛活了过来，同时一道紫光迅速将你包裹。你本以为凭借这样的刺激程度，怎么说也该来个红光神话，没想到仅只是个紫光。看来这位女王平时也玩得太花了。可是下一秒异变再生，只见紫色的能量竟然没有消散，反而在祭坛上汇聚成人形，一个模糊的人影缓缓浮现。你下意识握紧了刀，但没想到竟是一具身材完美的女性身影。只见她的头顶长着一对精致小巧的恶魔尖角，身后一根尾部爱心形状的尾巴正在轻轻摇摆。这是一只活生生的魅魔。对方迷离的眼神落在了你的身上。男人，你成功取悦了我，作为奖励，我将赐予你一个实现任何愿望的机会。魅魔的声音让你口干舌燥，全身的血液开始不受控制地往某个地方流动。卧槽，竟然开出了隐藏款老婆。然而在这暧昧到极点的氛围中，一道极其不和谐的嗡鸣响起。只见一旁的龙蛋突然剧烈震动起来，还没等你反应，一股无法形容的恐怖吸力从黑蛋上爆发而出。刚刚凝聚成型的魅魔表情凝固，他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。那股吸力根本不讲道理，直接将他拽了过去。触碰到龙蛋的瞬间，他竟直接化作精纯的紫色能量被龙蛋吞噬，周围死一般的寂静。你当场石化，脑子一片空白。发生了什么？我的史诗级老婆呢？地上的龙蛋似乎打了个饱嗝，随后慢悠悠飞回到你怀里。你抱着它，双手发抖，因为龙蛋上的文字在疯狂飙升，孵化进度竟然狂飙到了41%。一个史诗级魅魔的能量竟然这么高。同时你发现龙蛋上竟然出现紫色光芒，上面多出几个小爱心印记，深渊魔龙和爱心印记组合在了一起。龙蛋此刻不安分地蹭了蹭你，你知道这魅魔老婆回不来了，恶狠狠地戳了戳蛋壳。你最好能孵化出个大美女陪给我。就在这时，天空闪过一道惊雷，灰雨降临，你闪身躲到了旁边的屋檐下。刚才打斗的所有痕迹迅速消失，随后你开始回顾之前的战斗。那女人逃跑让你有些不爽，仿佛暗处藏着的一条毒蛇。你索性进入一栋3层小楼，看能否抓到对方，杀个回马枪，彻底解决这个隐藏的祸患。另一边，龙国首都异常事务管理局总部，一位穿着白大褂的科研人员闯了进来。将军，好消息，灰羽的秘密被我们破解了。李将军闻言
不可置信地抬起头，展开讲讲。周教授深吸一口气，我们分析了雨水中的未知活性物质，发现它对人体无害，但是却能让超凡力量短暂失效。什么？李将军愣住，指挥中心里所有的高级官员都露出了难以置信的神色。周教授唾沫星子横飞，这个效果会持续到灰雨完全蒸发，能力才会恢复。这意味着凌晨0点到5点之间，那些自以为强大的献祭者，只要沾了雨水，就会被打回原形，变成普通人。李将军眼中金光闪烁，事实若真是如此，那就可以趁着雨夜对脱离掌控的献祭者实施抓捕。周教授接着又做出补充，这雨水无法存储，但是如果能提取出其中的活性物质，就可以做成抑制剂或者高压水枪。若是真能成功，这将是我们手中最锋利的武器。废弃小楼内，你刷着论坛等待着那个女人，可是突然一条帖子一闪而过，惊天秘密，下雨时千万别出门，你会变回凡人。当你下意识点进去时，才发现帖子竟然被删除了，你顿时察觉这可能是被有意删掉的。如果这消息是真的，那是不是意味着雨水中那个疯女人就没法变成血雾逃脱？但紧接着一股不安浮现，那我是不是也会受到这样的影响？如果变成凡人，那还猎杀个屁！突然你想起猩红王座获得的原血，介绍里说是永久固化，这说明不是临时加持，也不是装备，而是自身的力量。雨水就算能让人脱掉铠甲，但也不能溶解掉肌肉吧？还有相为仓库是独立的空间，应该不会被污染，而命运怀表也在仓库之中，那么我的感知神迹就不会被影响。在灰雨下，当其他人都被削弱成细狗，而你的削弱程度却微乎其微，那岂不是成了雨夜中唯一的神？想到这，你心脏都要跳出来了。验证，必须马上验证。此时你站在人人都惧怕的灰雨中，嘴角的笑容比 AK 还难压。这雨水明明可以格式化一切超能力，却无法影响原血对你身体的强化。当其他超能者都被削弱成了细狗，你就是这雨夜中唯一的神。而那个见识到你恐怖能力的女人，刚刚血遁逃回了别墅。几个黑衣人见她这副模样，立刻惊慌失措，一位管家也连忙小跑了过来。小姐，你怎么伤成这样？阿大他们人呢？只见颜若雪眼中带着恐惧，他们都没了，就连我也差点被那个没收的男人杀了，他强得可怕。随后竟直接让管家找来画师，迫切地想把你的样子画出来。另一边，你刚回到屠宰场，就将收集的白色道具扔进了猩红王座内。这些道具在灰雨中都会失效，不如全部变成强化自身的原血。将到手的4瓶原血全部喝掉后，你回到屋内倒头就睡。清晨5点，你准时醒来。昨晚已经和养殖场老板通过气，早上第一批鸡已经送了过来。你化身无情机器开始出力。当500只鸡全部消耗完毕后，龙蛋的孵化进度来到了 42.3%， 合着500只才涨了 1.3%， 这不是纯纯的吞金兽吗？于是你决定改变策略，祭坛降临冲击着实体行业。养殖场老板因家禽难变现而焦虑，所以只要能让家禽快速成为半成品，让他们自己去找渠道销售，你只赚加工费，同时让龙蛋吸收就足够了。随后你拨通养殖场老板的电话，开门见山地说明了想法。你们一拍即合，下午王老板又送来了500只鸡，同时他还想将同行的鸡都送来。你知道对方想当中间商赚差价，不过在龙蛋还没孵化之前，你巴不得对方能提供更多的家禽。送走了王老板后，血肉磨坊再次开工。这次你没有像上午那样追求效率，反而选择控制好宰鸡的角度和力度，这是一种特殊的修行。你能感觉到自己和手中的刀越来越契合，这种重复劳动让你对力量的掌控愈发得心应手。当夜幕降临，龙蛋的孵化进度来到了 43.6%， 你背上包出了门。夜晚是最佳的献祭时间。城市另一边，夏薇薇和她的男友张扬来到了夜色酒吧，两人找到一个自称龙哥的男人，在付出50万的介绍费后，龙哥给了他俩一个神秘的位置。很快，夏薇薇和张扬便驱车前往。张扬在路上兴奋不已，等咱们进了江城最大的黑影组织，到时候在江城就能横着走了。你那废物前男友和那些阿猫阿狗，以后谁也别再想招惹咱们。夏薇薇眼中也是闪过一丝期待。那个废物指不定这会在哪吃糠咽菜呢，竟然还敢拉黑我，甚至几天连一个消息都不回。另一边，你在寻找祭坛的路上打了个喷嚏。刚刚你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，只从祭坛中开到了蓝色品质的道具风行者长靴。这道具虽然可以大幅提升移动速度，但是在雨夜却会直接失效。回去后还是先献给猩红王座，看看能换出什么品质的原血。直到晚上11点多，你在小河边发现有东西在发光。当你靠过去后，竟发现这是一个左边和右边不一样的祭坛。祭坛左边是一只散发红色光芒的火焰凤凰，祭坛右边则竖立着一柄暗淡无光的重尺。你连忙发动真理之眼，才发现两座祭坛竟然是链接在一起的，中间维系着一道微弱的能量。竟然还有双生祭坛这种玩意儿！没想到你却越看越心惊，因为两座祭坛的来头都不小。火凤凰祭坛编号7766，连接道标9霄仙域。天之娇女纳兰冉冉心中正苦恼不已。3年前未婚夫萧火修为倒退，导致家族长老逼迫
迫他退婚。他站在抉择的路口，不知何去何从。而右边的祭坛也同样逆天，祭坛编号6677，连接道标九霄仙域。天才少年萧火火因修为莫名停滞，从神坛跌落成人人都嫌弃的废物。他渴望打破困局，却无人能助。看到信息后，你心脏狂跳不止，竟然是纳兰然然和萧火火。我可太清楚这故事的走向了。作为背后的操盘手，现在到底该怎么做呢？如果不让纳兰然然去退婚，萧火火可能就无法在绝境中激活金手指，我也得不到什么奖励，所以必须要顺应剧情，在关键时刻拱火。就算纳兰然然并非无情，但还是被家族裹挟生出了退婚之心，所以就让这场退婚来得更猛烈些吧，把萧火火逼上绝路，才能奖励最大化。很快你拿出纸笔开始拱火。纳兰然然，凤凰岂可与燕雀为伍？修炼意图崎岖坎坷，他已经跟不上你的脚步。若想问鼎巅峰，必先断舍离。随后你将纸张放进凤凰祭坛，瞬间祭坛发出柔和的吸力，纸张随之消失。祭坛上一幅光幕骤然浮现，只见纳兰然然此时泣不成声，手中紧紧攥着和萧火火的定情信物。门外家族长老冷漠的催促传来：然然不要再执迷不悟，族中决定已下，如今萧家不配与纳兰家联姻。他听后顿时咬紧牙关。这时窗外飞来一片红色的羽毛，停在他的手上，化作一张白纸。看完上面的内容，他顿时娇躯一颤，喃喃自语：凤凰岂可与燕雀为伍？他眼中的迷茫瞬间消散，体内的凤凰血脉开始沸腾，随手将那枚玉佩捏碎，便头也不回的和大长老前往萧家。当祭坛上的光幕消失，你成了拱火退婚的幕后黑手，但是祭坛的奖励却没有出现。难道要等两边都有结果才行？随后你转头看向了那座重尺祭坛，再次提笔写下了一段话：虎落平阳不折腰，只待风起笑山河。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莫欺少年穷。写完后，你只感觉一股热血直冲天灵盖，接着便将纸条拍在了祭坛上。一声巨响后，这次的因果光幕比之前来的更加猛烈。只见萧家的大厅内气氛压抑到了极点，纳兰然然神色冰冷，就连他身后的长老也是满脸不屑。纳兰家决定今日与你萧家退婚，癞蛤蟆还想吃天鹅肉，以后休想耽误我族圣女前程。众人的嘲笑声让萧火火双拳紧握，无边的屈辱涌上心头。他看向一旁眼神坚定的纳兰然：好，那我今日便休了你，从此不再往来。事后萧火火在后山仰天咆哮，就在他即将崩溃之时，一张承载了你意志的纸条飘然落下，直接贴在了他的脸上。他顿时一愣，将纸条展开，充满中二气息的言语映入眼帘：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莫欺少年穷。只见萧火火的身体剧烈颤抖，心中快要熄灭的火焰也猛然爆发。我命由我不由天，我萧火火绝不会就此沉沦。就在他这股强烈的信念爆发到极致时，右手上的黑色戒指散发出璀璨光芒，一道沉睡了万古的气息从中苏醒。小家伙，这些年苦了你了。外面的光幕这一刻彻底炸开，同时一股跨越时空的能量砸在了祭坛上。没想到回馈竟然如此惊天动地，这会是什么品质的奖励呢？你死死地盯着祭坛，只见左边的凤凰祭坛冒出一道冲天黑光，瞬间一股恐怖的气息从中爆发，里面蕴含着极度的愤怒与怨恨。卧槽，居然是黑光，完蛋了，得赶紧跑路。就在这时，右边的重尺祭坛也爆发出能量光柱，耀眼的红光瞬间照亮了整个天空。见此情景，你脚步一顿，竟然是红光奖励，这还跑个鸡毛？此刻你看着两个祭坛的回馈，头皮发麻，一个冒着冲天的黑光，另一个则是冒着能让所有人疯狂的红光。你当即决定不逃了，随后直接转身跑向重尺祭坛，一把抓住红光中出现的道具，一柄散发黑气的匕首。与此同时，脚下大地突然剧烈晃动，只见黑光祭坛中赫然出现一道身影，他的面容和纳兰然然有7分相似，但神态却是极度的癫狂，而且声音里带着满腔怨恨。是让我失去了他！你急忙开启真理之眼，纳兰然然的心魔怨灵品质史诗，因果扭曲的怨念体灾厄，拥有与纳兰然然相同的血脉，性情偏执疯狂。你顿时脚底抹油，想要溜走，可是怨念体竟然直接追了上来，一股强大的力量瞬间轰在你的胸口，就算肉身堪比金刚，你也被打得吐出一口老血，你内心骇然到了极点。我操，这怎么玩？只见怨灵瞬息而至，直取你的咽喉。命运怀表此刻也在疯狂预警，你立刻后跳躲过攻击，反手朝着怨灵刺去。就在你以为匕首根本无法破开对方的防御时，没想到却毫无阻力地刺了进去。你顿时双眼冒光，看来这匕首不简单呢。怨灵吃痛，立刻后撤不敢近身，随后竟朝着你扔出一团黑色火焰。你一个翻滚堪堪避开，接着便准备主动出击。既然匕首能够破开对方的防御，那击杀他也不是不可能。随后你开启真理之眼，只见怨灵的腹部紫光闪烁，那里就是他的弱点。随后你欺身上前直刺对方腹部，怨灵立刻格挡，同时一只手快速抓了过来。你瞬间改变匕首方向，刺啦一下，在他的腹部开了一道口子，但你的左臂也被
被他的利爪重伤，怨灵腹部的光芒顿时淡了几分。接着你俩开始硬碰硬，你再次加深了对方腹部的伤口后，也被狠狠地抽飞了出去。当你挣扎爬起时，只感觉脊椎都要断了。怨灵腹部的光团也是越来越暗，他双手合十，直接聚集了全身的怨念，一柄巨刃瞬间成型朝你劈来。而你等的就是这样的机会，立刻甩出一张第4幕的入场券。怨灵的巨刃瞬间瓦解，脸上出现了茫然和悔恨。你爆发出最快的速度，一下又一下地对着怨灵的腹部刺去，终于对方的身躯轰然倒下，战斗结束了。你全身都是伤口，左臂和肋骨全都断裂，但就算是这样，你也没有忘记龙蛋。将他取出来后，连忙指挥他吸食地面的黑色血液。只见他的孵化进度在不断攀升，直到49.6%才堪堪停下。同时，你的真理之眼捕捉到了一丝不对劲，只见空气中残存的怨念竟然没有消失，反而全都汇聚到了黑色匕首中。你这才想起还没看过它的属性。随着真理之眼发动，匕首的信息出现在眼前：初级魂鼻，成长进度97点，品质成长型神话，可以吞噬灵魂怨念与恐惧，滋养自身，持有者可大幅抵抗精神污染。你眼中闪过一抹喜色，竟然又是一个神话道具，还可以抵抗精神攻击，这正是你现在最缺的。毕竟原血虽然可以强化出一身的数值，但是如果被控成了傻子，那再强大的数值也能被慢慢磨死。而这把匕首刚好填补了这片空白。休息过后，你恢复了一点力气，看了眼手机，11:45，你拖着残躯一瘸一拐地朝着屠宰场走去。同一时间，3辆越野车正在快速往这里赶来。只见副驾驶的秦风脸色铁青，这2天他们都快被折磨疯了。先是市中心出现的恐怖红光，接着是废弃工厂的金光，没想到这次西郊竟然又出现了冲天红光，这一次一定要抓住一些线索。然而旁边的林婉声音却有些发颤：组长，已经11:50了，如果0点前赶不到现场，那一切的战斗痕迹和能量残留都会被洗刷干净。当车队赶到地方时，眼前只有一片狼藉，地面上是清晰的战斗痕迹，不远处还躺着一具不人不鬼的躯体。秦风立刻让队员开始搜集线索，同时指挥林婉使用能量回溯。只见林婉快步上前，紧接着双手合十，闭上双眼。当柔和的蓝光向外扩散，正当画面就要出现在眼前时，没想到他的身体一震，一口鲜血喷了出来，竟直接向后晕了过去。秦风大惊，立刻扶住了他，同时稀稀拉拉的水滴开始落下，一道闪电划过整片天空。时间来到了0点，所有的线索再次被灰雨洗刷干净，祭坛和地上的血液全都消失。好在此刻队员及时赶过来汇报，我们收集到了几滴血液。秦风见状咬牙切齿，立刻上报总部，通知全体今晚加班。另一边，你终于回到了屠宰场，身体上的伤势足足让你走了2个多小时，而你回来后做的第一件事，竟是直接将风行者长靴献祭给猩红王座。只见一个崭新的瓶子出现，原血品质优秀，吸收后可大幅提升全身气血，永久固化。看到大幅提升气血的字样，你有些期待，随后直接一饮而尽。没想到身体突然出现剧烈震颤，你只感觉体内一股力量正在乱窜，骨骼和伤口在疯狂生长。这优秀原血真是最好的续命神药。片刻后，伤口已经开始结痂，随后你再次将匕首拿了出来。今晚的战斗让你和这把武器有了一丝羁绊，明天开始你必须接着宰鸡，而且以后你每宰一只鸡都会提升发力技巧。龙蛋进度还有匕首的成长度，真正的3位一体实现完美闭环。第2天一早，你就发现身上的伤口基本愈合完毕，接着你便拿出5根崭新的火柴献祭出去。将获得的4瓶原血喝下后，你拨通了养殖场王老板的电话，让他将现在手里所有的库存全都拉过来。很快1200只鸡被送了过来，你掏出魂币开始修炼。经过1上午的处理后，魂币的成长进度来到197点，而龙蛋也同样增长了1点，终于来到了54%的孵化进度。也就在这时，龙蛋终于有了动静，只见蛋壳的表面裂开一道小缝，一根毛茸茸的尾巴露了出来，而尾巴的末端竟然是熟悉的爱心形状。被吞噬的魅魔尾巴不也是这样的吗？好好好，不愧是我辛苦养大的龙蛋，一定要给我孵化出小龙娘哦。另一边，颜若雪一行人来到废弃的堆货场，他的旁边跟着的赫然就是夏薇薇。原来夏薇薇凭借逆天的运气，成功当上了地下势力黑影的核心成员。突然，夏薇薇有些疑惑地问道：这么偏僻的地方，真有你说的那种高手？颜若雪回头冷冷地瞥了他一眼，不要以为你运气好就能乱说话，那个男人很强，对你这种废物，他一根手指就能捏死。若不是昨晚线人说这一片曾出现过红光，他根本不敢涉险来到这里。不远处一栋烂尾楼的楼顶，一道身影默默地注视着颜若雪等人。报告调查局，西郊废弃堆货场发现可疑目标。江州异常事务调查局内，秦风听到消息后，阴沉的脸上出现一丝喜色。终于有线索了！在相继得到神话级龙蛋和匕首后，你1上午就完成了1000只鸡的杀戮指标。魂鼻和龙蛋的进度已经大涨，你心情大好，准备回到城里找机会献祭。然而就当你刚走进繁华的步行街时，只听见一声凄厉且绝望的嘶吼，只见到一个中年男人正抱着空盒子哭喊：老婆跑了，女儿也不认我，我活着还有什么劲？一旁的保安队长一脸晦气：你当我们这是许愿池啊？
当赌狗的时候，怎么没想到这样的后果？周围的人全都对着男人议论纷纷。你从议论声中了解了事情的经过。原来男人把房子卖了，换了一枚玉佩，就为了今天这一次献祭。结果祭坛只回馈出一根没用的棒槌。你将目光落在那座引发悲剧的祭坛上，只见它的造型奇特，闪着金光，怪不得能让男人愿意在这儿赌。随后你直接开启真实之眼，祭坛编号17626，连接到标地精的废弃金库。一位厌倦了金银珠宝的地精收藏家，渴望收集到世界上最先进的科技造物。看到介绍，你不禁咧咧嘴。男人倾家荡产买下的玉扳指，却送给了喜欢科技产物的地精，这结局从一开始就注定了。此时保安队长也示意手下把人拖走。突然一道傲慢的声音穿过人群，慢着！只见一道十分妖娆的身影走了过来，不是别人，正是夏薇薇。此刻她扬起下巴，享受着周围贪婪的目光，随后瞥了一眼中年男人。死了就真的一无所有了，想不想把你失去的都拿回来？中年男人眼中瞬间燃起希望。我想，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。如果想每天都有祭品去搏一搏，那就跟我走。只见夏薇薇打了一个响指，身后的几名保镖立刻将中年男人架起，周围的人群全都震惊了。这美女难道是来做慈善的吗？以前不都是富二代包养良家少女吗？但这桥段怎么反过来了？人群外两个小混混听到议论，顿时嗤笑一声：你们懂个屁！他这叫圈养。虽然很多人没钱去换祭品，但也有些人他们有的是钱换祭品，可无奈献祭次数没那么多。而这些被圈养的废物就派上了用场，他们献祭获得的物品全部上缴，如果抽出好东西，就会提供给他们山珍海味，享受生活。如果连续抽不出来好东西，那就直到彻底养废，榨干最后一丝价值，也就是俗称的人肉老虎机。你在一旁听得清清楚楚，不过别人的命运和你无关。可就在你转身离开时，背后却传来一道声音：那谁？你等等！你听出来这是夏薇薇的声音，但却没有理会，继续往前走。站住！你聋了吗？我让你站住！瞬间几名黑衣保镖立刻冲上来将你包围，你被迫停下，缓缓转过身。只见柳如烟脸上带着扭曲的快意。自从攀附上黑影这个全城最大的地下组织，连续的绿光让他成了组织里的红人，可你却像一根刺扎在他心里。一个废物竟然敢拉黑删除他，但是没想到今天竟然主动送上了门。他双手抱胸，居高临下的戏谑道：拉黑了我，又忍不住来找我，是不是后悔了？不过现在后悔晚了。人群中顿时传来一阵哄笑和议论。这男的是哪来的小白脸？怎么听起来有点像前任？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不就是这样？然而此刻你的肚子已经咕咕叫，根本没心情搭理面前的夏薇薇。看到你漠不关心的模样，夏薇薇终于忍不住了。你还在这装？突然她将右脚的高跟鞋踢飞出去，随后当众脱下腿上的黑色丝袜。你不是想求我垂怜吗？现在跪下亲吻我的脚趾，我就可以赏你2万当做狗粮费。说着他就从包里拿出来厚厚一沓钞票。周围众人见状全都开始起哄。这哥们有福了，快舔啊快舔！为什么女神要奖励他？换我行不行啊？污言秽语和不嫌事大的声音交织在一起，也让你从饥饿中回过神来。这女人叽里咕噜的说啥呢？这不是耽误我去吃大排档吗？夏薇薇见你不为所动，终于疯狂：给我跪下！然而话音刚落，只听见啪的一声，声音之大瞬间压下了附近的喧嚣。夏薇薇的俏脸此刻突然后仰，白皙的脸上浮现了一个巴掌印，接着你又反手一巴掌，力度之大竟将她当场抽翻。夏薇薇捂着脸不可置信，几个保镖见状立刻朝你冲来，但几声沉闷的响声过后，他们便惨叫着倒飞了出去。随后你走到瑟瑟发抖的夏薇薇面前，不屑地看了她一眼：就你也配？随后便直接扬长而去。周围人全都目瞪口呆地看着你离开。此刻人群中一个男人立刻掏出手机，报告目标孔雀在步行街和别人发生激烈冲突。原来自从颜若雪和夏薇薇出现在废弃堆货场后，就已经被异常事务管理局记录在案，而孔雀正是柳如烟的代号，暗哨则负责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。只见那人继续报告道：对方似乎是她的前男友，而且武力不错，打那些保镖就跟玩一样。异常事务管理局中，秦风听完汇报只是说了句知道了，小摩擦而已，记录在案，继续观察。但是一旁研究资料的林婉却突然出声：等一下。他看着线人传回的现场抓拍照片，你的身影虽然很模糊，但却让他感觉好像哪里见过。秦风瞬间停下手中动作看了过来：你确定在哪里见过？可是无论林婉怎么回忆都想不起来。也许是最近压力太大，秦风却眼神闪烁盯着屏幕。安排2个人查一下柳如烟的前男友，能瞬间放倒几个保镖，应该是从祭坛中获取了实打实的好处。另一边你朝着熟悉的大排档走去，只见这里还是和原来一样，人声鼎沸，烟火气十足。你找了空位置点了几个爱吃的
小菜，就见到一个40多岁的中年人朝你这边走来。他捧着一个红色的包，在酒桌间穿梭，不一会儿走到了你隔壁那桌划拳的汉子们面前。几位大哥打扰了，我这有一个东西，你们给长长眼。今天刚开出来的蓝光道具。蓝光？几个汉子都愣了一下。只见男人从包里拿出来一个青花瓷茶杯，几人好奇地接过茶杯，挨个查看，还打着手电筒仔细探查，但却没有发现这茶杯有什么用处。只见络腮胡汉子不耐烦地摆摆手：“你就说说有啥用，想卖多少钱？”中年人咬了咬牙，伸出3根手指：“用处目前还不清楚。”络腮胡汉子闻言直接喷出一口酒水：“3万，穷疯了吧？一个不知道用途的破茶杯，敢要3万！”中年男人想要解释，却被骂得抬不起头。此时你将一切尽收眼底，随后真理之眼瞬间开启，落在那个不起眼的茶杯上。静谧之杯，品质优秀，可成灰雨。看到功效，你顿时倒吸口凉气。这简直就是神器！毕竟灰雨可以格式化一切超能力，但却无法保存。不过只要将存储的灰雨轻轻的这么一泼，就能直接废掉一位顶级的超能力大佬。买下，必须赶紧买下！念及至此，你赶紧喊住中年人，他忙不迭的小跑过来：“老板，你要看看我的东西吗？我这真是蓝光道具。”隔壁桌的络腮胡连忙提醒：“小兄弟别犯傻，这人一看就是个老骗子，真的蓝光道具几万块也买不到。”你见状只是微笑着点点头，同时示意男人坐下。老板再加2个鸡腿，再来一个大份牛肉炒面，这个老哥有点饿，多加点肉。中年男人没想到，他非但没有赶我走，还要请我吃饭。虽然这小兄弟看着是人畜无害，实际上不会是想嘎我腰子吧？当热腾腾的饭菜端上来后，中年男人开始大口干饭。等他吃完后，你才开口：“青瓷茶杯我要了。”原来他叫赵刚，以前是一名资深的投资分析师，结果女儿得了重病，花光了所有积蓄，走投无路下才将青瓷茶杯拿出来卖。谈妥后，你便带着赵刚去取钱。路上，赵刚抱着青花瓷杯有些局促：“小兄弟，你真信我？”听到这话，你脚步一顿：“赵叔，我信的不是这杯子，而是一个父亲为女儿能付出一切的精神。这世上最金贵的不是那些宝物，而是你眼底还没熄灭的光。”这一路他受到了太多的白眼和嘲讽，你的话语宛如温暖的阳光。小兄弟，你的恩情我记下了，我发誓以后有机会一定会报答你。很快你就将钱取了出来，当沉甸甸的3万块钱交到他手上时，男人彻底绷不住了，双手颤抖就要给你跪下，你却一把扶起了他。留下联系方式后，他便消失在人群中。看着他的背影，你想起自己的猩红王座，他需要海量的垃圾道具来投喂，才能不断的转化出元血强化自身，所以你需要去专门收购别人都嫌弃的垃圾道具，而收购道具的人短时间内不能背叛。这赵刚以后可能会用得上。随后你拿出手机看了眼时间，晚上7点40分，距离灰雨降临还有最后4个多小时，准备献祭吧。可前方的广场却突然传来一阵骚动。这月亮怎么了？只见原本皎洁的明月竟被一层血色笼罩，短短几十秒，明月彻底变成了血月。你心头猛地一震，玩过游戏的都知道，血月意味着不祥诅咒和灾变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此时不安和压抑已经在人群中蔓延，每一个人的脸庞都染上了一层诡异的血色。你快速掏出手机打开了论坛，只见里面全是对血月的猜测。完了完了，我有一种预感，今晚要出大事。大胆预测，血月期间出好东西的概率翻倍，赌狗们冲啊！所以这血月到底有什么影响？你看着不远处的一个祭坛，它像一个锈蚀了的售货机，因为血月的影响也开始变得诡异。你连忙开启真理之眼，祭坛编号20247，连接道标机械废土，一个在废土中游荡的机械贩卖机，喜好收集各种各样的货币。血月影响剩余10次献祭次数。这时一个赌徒拿出全身最后一枚硬币，直接扔进了面前的祭坛，瞬间硬币消失，最下面的献祭次数也随之少了1次。可更诡异的是，回馈的物品竟然没有散发光芒，同时上面还被包裹了一层血雾，哪怕周围人离得再近，也看不清里面到底有什么。你瞬间心跳加速。血月笼罩后，祭坛的献祭次数变成了有限，同时献祭过程不会反馈相应光芒。到底是什么物品，只有献祭者才会知道。这对你来说简直就是天赐良机，就算是在步行街中心连开3次红光，别人也只会觉得你没出什么好东西，得抓紧时间寻找祭坛了。很快你就完成了2次献祭，但结果却有些不尽人意。其中一个指出了蓝色品质的长剑，虽然削铁如泥，坚不可摧，但你可是拥有神话级魂臂的男人，这长剑也只能给猩红王座加餐。另一个祭坛给了你紫色品质护肩，蛮兽之怒，佩戴后拥有主动技能，短时间内可以激发狂暴力量，随后陷入长时间的虚弱，看来变成元血才是他唯一的归宿。不知道史诗级元血是什么滋味。终于你在街角又看到一个祭坛，真理之眼发动，祭坛编号1050，连接道标失落的星海，
一位迷失在星海尽头的古老观星者，他穷尽一生追寻的光芒都已熄灭，渴望再见一次希望之光，胜于献祭次数7。看到要求你第一时间想到希望的火柴，但是今天的火柴都已经献给了猩红王座，而普通的火柴和打火机这些都缺少一些希望的意蕴。随后你摸遍了全身，只翻出了在 ATM 机取钱时打印的凭条。对赵刚而言，这纸条是他女儿活下去的希望，也是一个年轻人对陌生人施以援手的凭证。这不正代表着永不熄灭的人性之光吗？随后你抱着试一试的想法，将纸条放到了祭坛中心，没想到耳边竟然响起一道满是慰藉的叹息。接着祭坛中出现一个平平无奇的五角星，真理之眼发动，名称希望之星，品质传说，一次性消耗品，当持有者死亡时将自动生效，可重塑持有者的血肉与灵魂，使其满状态复活。瞬间你睁大了眼睛，卧槽，竟然是复活币，这可是真正的保命底牌，价值已经高到不能用常理去衡量了。随后你将希望之星收进次元空间，开始加快速度往回赶。回家的路上，你翻看着论坛，发现了一点不对劲。我们这儿的一个热门祭坛，刚才被人连续献祭后直接炸了。下方还附带了一张模糊的照片，只见原本完好的祭坛只剩下一地的碎石，底下的评论区也直接炸开。我操，祭坛还能碎？我这专门有人统计了，应该是献祭10次后就会损坏。反正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，把所有祭坛都毁了，说不定能出更好的。只见两方人马吵得不可开交，官方也没有任何反应，看来上面也被突如其来的变故打得措手不及。这都说明血月确实不简单，因为祭坛破碎是福是祸尚未知晓，你得把刚到手的装备转化成实打实的力量。在回去的路上，你看到好几个祭坛都没有人献祭，次数居然还保持在10次，果然郊区的人并不多。当你刚回到屠宰场，立刻将那柄蓝色品质的长剑献祭给了猩红王座，将优秀级元血一饮而尽后，你再次掏出史诗级的护肩，你只感觉猩红王座在颤抖。随后一瓶紫色的元血浮现，名称元血，品质史诗，吸收后可极大幅度提升全身气血。随后你直接仰头灌下，史诗级元血无异于核爆，恐怖能量瞬间在体内炸开，浑身的肌肉都在疯狂膨胀和重组。这就是史诗级元血的提升吗？你感觉现在随便一拳就能打穿这地下室的墙壁。此时你看了眼手机11点59分，随后便刷着直播，看看12点后有没有什么变化。只见直播间内，一个男人站在由各种菜品拼凑成的美食祭坛前。我原本以为这美食祭坛能给我爆点小龙虾啥的，结果这血月降临后，只是祭坛没消失而已。随后他掏出东西准备献祭，没想到祭坛却突然间开始剧烈颤抖，一个长满触手的巨大怪物瞬间从里面爬出，一张血盆大口直接出现在画面中。随后直播画面变黑，里面传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咀嚼声，弹幕瞬间爆炸。到底发生了什么？祭坛中竟然钻出来一个巨大的触手怪，可怜的主播龙虾没吃上，自己却被吞了。不对劲，为啥我家楼下也有怪物，还有好几个？官方呢？快救一下！不一会儿，一条血红色公告瞬间置顶：龙国官方紧急通告，血月期间祭坛异变，请公民们不要出门，小心行事。实力强大的献祭者可在自身安全前提下一同参与抗灾。你看完信息，终于搞明白了，血月就是一把钥匙，那些到了新一天依旧没能完成10次献祭的祭坛，都会被这钥匙打开大门。只不过从门里面出来的不是什么希望和神明，而是链接祭坛坐标的灾厄。感受了一番希望之星与命运怀表后，你的底气倍增，又想起龙蛋马上就能孵化，而这些灾厄就是他最后的养料。你当即决定出门，猎杀开始。此刻你来到外面准备猎杀灾厄，很快就发现不远处有一个祭坛，而祭坛旁竟站着一个穿着血色斗篷的女人。真理之眼发动，名称女巫，普通品质。果然第一次血月的怪物品质都不高，你冷笑一声摸了过去，随着魂臂寒光一闪，你成功从背后刺入了女巫的心脏，凄厉的尖叫划破夜空，女巫化作一滩黑色血液。与此同时，一旁的祭坛也轰然炸开，只见碎石中多出了一个发光的小东西，名称祭坛碎片，用来维持祭坛正常运作。你也不知道这有什么用，随后便直接将碎片扔进了次元空间，同时将龙蛋一并取出。龙蛋很快就将女巫的血液吸收殆尽，孵化进度也从 54% 上涨到 55.8%， 残留的黑气也被魂臂当场吸收，成长进度也来到了214，果然比载机强。这血月简直就是高级经验副本，今晚通宵开干。在你寻找了一会儿后，很快便锁定了第二个目标，名称巨型垃圾怪，品质普通。你一拳便解决了战斗，同时也收获了一枚祭坛碎片。你在祭坛旁越杀越兴奋，虽然对于弱小的人来说血月是灾难，但相反这些灾厄和爆掉的祭坛都是可遇不可求的资源。突然你眉头一挑，只见前方一只长满骨刺的怪物正兴奋地啃咬着祭坛，名称古魔，品质精英。终于来了点不一样的，因为精英级别对应的是绿色品质的道具，你当即决定秒杀古魔，对着他就是一个飞踹，没想到他突然转身
身，全身泛起红光，你这一脚竟只是让他退后了2-3米，根本没对他造成实质性的伤害。看来精英级灾厄相比普通的多的不仅仅是数值，而是机制。随后你再次冲了上去。与此同时，破旧工厂内，一对兄妹躲在集装箱后瑟瑟发抖，他们被异变的怪物堵在了这里，而怪物此刻正晃晃悠悠地朝着这边走来。哥哥死死地攥住手中的铁棍，可下一刻怪物竟直接闪现到了眼前，没有丝毫犹豫，男孩推开妹妹，主动朝着怪物发起攻击。怪物瞬间举起巨大的骨刀，妹妹眼睁睁地看着哥哥的身体变成了2半。另一边的雪山上，无数士兵正在抗击怪物，他们的弹药打在前方的怪物身上，却只能崩出一点火星。队长见状怒吼一声：“打不过也得打，让这东西下山，山下那几个村子就都完了。”在另外一处戈壁滩上，一支5人小队全身都是伤痕，但脸上却洋溢着兴奋，因为他们刚刚击败一只精英级灾厄。队长拿起3块祭坛碎片，组织上要研究这东西的用途，甚至下了命令要高价收购。今晚咱们要努力努力了。一旁的红发女子则是冷笑连连：“咱们这么强的小队，打了1晚上才拿到5块碎片，就算官方的强者也没我们效率高吧？组织上不会以为这碎片很好获取吧？”画面一转，此刻你也擦了擦头上的汗水，顺带着吐槽了2句：“这把又白干了。先前的鼓膜已经被你拆了个稀巴烂，但却一滴血都没流，根本无法提高龙蛋的孵化进度，简直就是坑爹。”将3块祭坛碎片捡起来后，你再次融入夜色中，再努力，今晚说不定就能孵化出小龙娘了。直到这个区域彻底被你清理干净，龙蛋虽然差一点就要孵化了，可整片区域却一只怪都没有了。你的脑海不禁浮现出今晚的画面，普通的灾厄在你面前都会被碾压，唯有带机制的精英怪能稍作抵抗。一只钢铁巨人竟然能无视魂鼻，免疫所有切割等锋锐类别的伤害，但你反应过来后却笑了，只是几拳就将对方拆成了废铁。还有一个精英级梦魇，他的机制竟然能幻化出幻境。当你出现在一家主题酒店内，推门就看到夏薇薇和她的富2代男友，两人火热的场景一点没刺激到你，反而仅用1刀送他们当了黄泉鸳鸯。那梦魇失去能力后，更是被你随手捏爆。突然你心有所感，抬头望天，只见月亮上的红色迅速消散。拿出手机一看，凌晨4点，难道血月持续到4点就结束了？接着你查看起了龙蛋和魂臂的进度，只见龙蛋的孵化进度来到 82.8%， 而魂臂的成长度也来到了647。目前魂臂完全没有体现出神话的逼格，成长进度拉满后应该会有质变。再度数了数空间内的31块碎片，你满意的点点头，回家睡觉。当你回到屠宰场后，照例用火柴换取了元血，随后便直接躺在床上睡了起来。没想到却做了一个很诡异的梦，你成了一只在通道内狂奔的巨大蚂蚁，身后是一个庞大的血肉磨盘，只要停下就会被卷进去，前方还有一大堆被磨盘碾压过的残躯。看到这一幕，你全身冰凉。突然一道幽冷的声音响起：“只有吃掉他们，你才能活下来。”你猛然惊醒，这噩梦简直离谱到家了。可梦里那股吞噬的欲望却无比真实，但你却怎么也想不明白。缓了一会儿后，你才拿起旁边的手机，习惯性的点进论坛后，你脸色瞬间变了。屏幕上血红色的帖子铺天盖地，热度甚至盖过了昨晚的血月异象。血月一夜死伤无数啊！求助求助！隔壁老王死了，我媳妇儿哭得死去活来，到底怎么安慰她？我现在看到祭坛都有阴影了，一朝被蛇咬，10年怕井绳。哭嚎、咒骂、调侃，各种情绪淹没了每一个板块。但让你真正惊讶的，却是那条红彤彤的置顶公告：龙国官方通告：1. 为应对变局，官方论坛已上线，请所有公民前往论坛进行注册。2. 官方开始招募龙卫，所有愿意出力且具备一定实力的公民，可在论坛对应模块进行报名，将有专人与你联络。3. 即日起，官方无限收购祭坛碎片，单价2万，这是真正的爆炸新闻。你顿时眉头一挑，龙卫吗？这有点意思。这是想将分散在民间的力量凝聚起来，收归己用。不过论坛里谈论最多的还是祭坛碎片，所有人都在猜测那碎片到底有什么用，毕竟官方给出的价格实在不低。不过大部分人根本没有获取的实力。想起次元空间内躺着的31块碎片，现在可就价值62万了。换做以前，就算你打10年工，也不一定能存下这么多。不过在没有清楚碎片的功能之前，你是不会变卖手里的碎片。突然手机震动了起来，原来是赵刚打来了电话。苏老板，感谢您的帮助，我女儿的药续上了。就是我还想再问您一个事。听着对方感激的话语，你心中一动。你说说看，什么事？我和我爱人今天又去献祭了，我俩开出来一个白色品质的灯泡和斧头。虽然我们知道这东西没用，但确实没钱了，所以想问问您还收吗？看着给一点就行了。对方电话里的声音越来越低，似乎也知道这样做有些贪得无厌，但你却从中听出来了一点问题。看来官方和其他组织都看不上这些垃圾道具，如今唯有你的猩红王座可以废物利用。一个大胆的计划在脑海中逐渐成型，随后你便
便直接开口。我收，今晚我约地方见面再说。挂断电话后，你开始思索，单纯捡垃圾实在是太慢了。但要是当一个幕后老板，建立一个庞大的垃圾回收网络，现在就是最合适的契机，就看赵叔能不能经受住考验了。接着你拨通了王老板的电话。王老板，你一会儿来把昨天处理好的鸡都带回去，顺便再拉800只鸡过来。王老板立刻满心欢喜地答应了下来。很快一车坤坤就送了过来。你化身无情鸡见愁，手起刀落地处理着成堆的母鸡，直到下午4点半，你抹了把额头的汗水，完活。此时龙蛋进度已经冲到85%，魂币成长进度也来到720点，未来一片大好。5点半你来到老旧小区，拨通了赵刚的电话。很快你便跟着他来到了他家。虽然这里的单元楼昏暗潮湿，但屋内却十分干净，墙上还贴着几幅稚嫩的画作，应该都是赵刚女儿的作品。你心中微沉，有些触景生情。赵叔家里现在就你一个人吗？赵刚眼神有些黯淡。我爱人和女儿都还在医院，我们平时都在医院陪着。今天回来就是想把那俩东西卖了换点钱。接着他掏出2件物品，你不动声色地发动真理之眼，发光的灯泡与生锈的铁斧全都是普通品质的白色道具，除了喂给猩红王座，这玩意儿没有任何用处。赵刚神色显得有些期盼，试探着问：500行不行？要不2个500？说出这个数字后，赵刚整个人都绷紧了，生怕你觉得太贵，直接掉头就走。听到价格，你心中不禁微微一震，白色道具卖500简直白捡，这价格绝对会被疯抢。你并未急着点头答应，反而问他：你认识人多吗？赵刚无奈苦笑：以前的朋友现在见到我都躲，现在打交道的只有病友了。你似乎看到了契机，你掏出一块祭坛碎片，问他认不认识这东西。赵刚瞬间瞳孔地震：我在论坛里看到过这东西，只要在血月杀死怪物，祭坛就会爆出这玩意儿，而且官方明码标价2万。赵刚深吸一口气，努力平复心情。苏老板，您是想让我帮您去卖吗？你看出他眼中的崇拜，你拍了拍赵刚的肩膀，直接抛出了合作。这个祭坛碎片我给你，你拿去卖，我只要其中的2万块，剩下的差价全归你。赵刚猛地抬头，以为自己听错了，但很快他神色变幻，从狂喜转变成了疑惑。换来的钱你不用直接给我，我想让你去你那些病友那，再帮我收一些这样的道具，多少收来的我不管，每件货我都给你500块的收货价，不是2个500，是每一个我都给你500。听到这，赵刚瞳孔骤缩，脑子疯狂运转，金融分析师的本能让他立刻完成了收益核算，这简直是废品印钞机，只要收货价低于500，他就能从中稳赚一笔。但是很快他就察觉到了不对劲，天底下绝对没有这样的好事，这个年轻人他到底图什么？赵刚的声音沙哑的厉害：您这么做肯定有您的要求吧？和聪明人打交道就是省力。赵叔，我是在给你机会，当然我的要求也很简单。第一，无论你用什么价格卖出碎片买入道具，全程不能提及我，从始至终我都不存在。你要做的是建立一个属于你自己的交易权，能明白我的意思吗？赵刚的心猛地一沉，这是最高等级的保密协议，苏老板是要将自己彻底藏在幕后。换句话说，苏老板手里的秘密很可能大到足以引来杀身之祸，而他赵刚就是那个被推到台前的白手套，或者说叫做防火墙。想拿高额的利益是要付出风险的。接着你盯着赵刚的眼睛。第二，若收到假货，所有后果由你自负。所以赵叔，你在挑合作对象的时候，把眼睛擦亮了。我要的是效率，是稳定，是源源不断。当然，你也可以选择不干。这2件东西我花1000块买下，不过我们的交集到此为止，路你自己选。房间里只剩下赵刚那粗重如牛的喘息声，这年轻人的压迫感太强了。选前者是走钢丝，选后者是暂时的安稳，但他真不想回到那种为了几百块药费低声下气求人的绝望循环里。只有在万丈深渊上跳舞，才能让女儿看到希望，也是他唯一的翻盘路。赵刚咬牙点头答应：我干。苏老板您放心，我赵刚虽然落魄，但以前在公司也管着上百号人，什么牛鬼蛇神没见过，我知道该怎么做，只要您肯拉我这把。随后你满意的将那2件白色道具收了起来，但却没有动用次元空间，毕竟防人之心不可无。随后你将祭坛碎片交给对方后，让对方把事情做得差不多了再联系你，接着便离开了赵家。没想到你刚走出小区，一股很奇怪的感觉突然涌了上来，有一双看不见的眼睛正在暗中窥视着你，你的身体被元血一次次强化，五感变得极其敏锐，再加上命运怀表那玄之又玄的感觉，绝对不是空穴来风。接着你在超市买了一些物资后，便拎着大包小包物资，故意走进荒郊野外。走到一片无人之处时，你停下脚步，淡淡开口：跟了一路不累吗？数道身影从暗处缓缓走了出来，10几个壮汉拎着刀将你包围，同时一辆刺耳的刹车声划破夜空，一辆黑色轿车引入眼帘，一只踩着红色高跟鞋的脚率先探了出来，正是夏薇薇。今天她画着浓艳的妆容，却也难以遮住脸颊上那尚未消退的红肿。你昨天那几巴掌抽得太狠了。夏薇薇的声音满是怨毒。没想到吧，我们这么快就又见面了。
昨天在步行街，你不是很威风吗？你满脸的不耐烦，随后真理之眼随意一扫，面前这些人身上的道具全部被你看得清清楚楚，全是毫无威胁的垃圾，一堆白色品质破烂也敢找茬。明面上最强的也不过是那个领头的刀疤脸，穿着一件绿色品质的力量臂铠，蚊子腿好歹也是肉。看着你不屑的眼神，刀疤男爆出一声怒喝，砍刀带着绿光劈下。对方看你不躲不闪，心中更加不屑。这个蠢货竟然想硬接我一刀，这一刀下去，别说是一个人，就算是一头牛也能直接劈成2半。然而下一秒，刀疤男脸上的狞笑瞬间凝固，你连眼皮都没眨，2根手指轻描淡写的夹住了锋利砍刀，全场瞬间陷入死寂。刀疤男还没反应过来，就如皮球般倒飞而出，他胸骨尽碎，被你当场秒杀。那10几个前一秒还凶神恶煞的壮汉，现在全都熄了火，仅仅一拳刀疤哥就没了。离得最近的黄毛第一个反应过来，恐惧让他连滚带爬的想要逃命，但一道平淡的声音却在他耳边响起：想跑。他的眼中出现一道残影，黄毛身体猛地一僵，机械的低下头，胸口不知何时多出了一个血洞。你手中的魂臂上黑气流转，成长进度来到721，剩下数人看到这一幕，吓得掉头就跑，仅存的那一丝侥幸彻底化为乌有。这可不是什么抗衡，这分明是一场屠杀。你如同死神穿梭月下，收割着成片的麦子，最后一个活口瘫软在地，尿了裤子拼命求饶。你冷声审问组织据点，原来夏薇薇攀上高枝，正被大人物言小姐重用。由于组织情报网发达，才这么快锁定了你。该说的对方全都说了，你直接用魂臂解决了对方，斩草得除根。此刻全场只有一个人还活着，夏薇薇。她从始至终都呆呆地站在原地，看着那些在她眼中强横的组织成员，如同被收割的麦子成片成片的倒下。她的大脑彻底宕机，眼前发生的一切完全超出了她的认知。这是天生，是那个被我一脚踹开，注定一辈子都只能在底层挣扎，永无出头之日的穷酸废物。此刻你一步一步朝着他走了过来，夏薇薇终于惊醒，发出了凄厉到变调的尖叫。她不顾一切的手脚并用，像一只丑陋的蛆虫，拼命的往后爬。天生，天哥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们以前多甜啊！求你看在往日的情分上饶了我这一次吧！只要你放过我，你让我做什么都行，我可以给你钱，给你道具，我每天都能开绿光，我还可以继续做你的女朋友，以后一定好好听你的话。他语无伦次地哀求着，丑态百出。你停在了夏薇薇面前，眼神一片漠然。夏薇薇，还记得昨天在步行街你是怎么对我的吗？夏薇薇的身体猛地一颤，她当然记得。随后你伸出脚示意她过来，夏薇薇身躯一颤，这虽然屈辱，但是和活着相比也不算什么。然后就当她一点点靠近时，2声清脆的骨裂脆响在夜空中炸开。你踩断了她的双臂，随后你看着她的眼睛说道：你愿意，但我嫌脏。随后手中的魂臂猛地刺了过去，瞬间一股不好的感觉涌了上来，血雾爆开，夏薇薇的身体竟然消失了，竟然又是诡异的血遁，第2次了，又是在你即将完成绝杀的时候，对方在眼皮子底下逃了。你心中腾起无名火，随后脑海浮现出那最后一个活口，在绝望的求饶中吐露出了几个关键信息。组织里一个前几天受了重伤的大人物严小姐很器重夏薇薇，2人的血遁之术一模一样。原来如此，那天身材高挑的女子就是黑影组织内地位颇高的严小姐，这诡异的保命手段大概率也是她给夏薇薇的。黑影这个初具规模在阴影下悄然滋长的地下势力，要趁着对方成长为庞然大物之前，给他们统统干碎。先把今天的3次献祭机会用掉，然后亲自去那个所谓的据点走一遭。随后你开始收割战利品，就在你的手指即将接触到那件道具的瞬间，一股极致窥视感突然袭来。这感觉和之前拙劣的跟踪者带来的窥探完全不同。对方冷静且极其隐蔽，绝对是个顶级高手。你心中暗骂一句，杀意瞬间沸腾。你猛地踏碎地面冲出，身体在空气中拉出残影，朝着窥视感传来的方向爆射而去。短短几次呼吸的功夫，你就来到了墙角。然而这里却空空如也，只剩下几个浅脚印。果然有人还成功跑了，对方撤离果断，而且反应极快。这种战斗素养恐怖如斯，基本可以确定不是黑影组织的人。夏薇薇接触不到这样的强者，所以大概率是官方的精英。只有官方才有这个能力和底蕴，培养出这种级别的人才。被黑影这种上不了台面的组织盯上，你不是很在乎，可是被官方盯上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。被暴力机器盯上很麻烦，你再怎么自信，再怎么膨胀，也还没狂妄到认为自己有能力去抗衡官方。就看对方将你认定成什么身份，是滥杀无辜需要被清除的失控者，还是可以被拉拢被利用的民间强者了。随后你轻笑一声，继续回收战利品。2公里外，暗哨黑豹靠着冰冷的墙面，冷汗一滴滴滑落。这冷汗不是跑出来的，而是被吓出来的。
那如鬼魅般的速度，那瞬间爆发的恐怖力量，以及那双冰冷的没有任何感情的眼眸。他到底怎么发现我的？我可是从未被任何一个目标发现过。在异常事务管理局里，黑豹是最顶级的追踪和反追踪专家。不行，必须立刻上报！我是黑豹，我现在请求立刻撤离。目标发现我了，我差点被他抓住。什么？秦风以及所有工作人员目瞪口呆地听着汇报。管理局内死一般寂静，平时冷静沉稳，甚至有些冷酷的黑豹，竟然会因为一个目标失态到这种地步。我只拍到一张照片，传回去你们看看吧。秦风等人立刻在大屏幕上看到了照片，只不过这一次视角清晰，不再是侧脸。林婉死死盯着屏幕，瞳孔一缩。我想起来了，在菜市场那天感应的异常能量波动就是他，我当时还以为是错觉，以为是厄森的能量余波。秦风的脸色凝重到了极点。早在那个时候就反过来被对方观察上了吗？突然一个声音弱弱的响起，众人转头望去，只见一名女队员神色古怪地指着屏幕，这会不会是引发金光和红光事件的那个人？指挥中心内全是倒吸凉气之声，几名资深分析员都摇了摇头，脸上写满了不敢置信，这太荒谬了，他看起来太年轻了，似乎也没什么背景。秦风摸了摸头，他现在是一个头两个大。就在众人议论纷纷之际，一名神情严肃的调查员快步走了进来。秦队周教授，他的详细身份信息履历都查完了。秦风深吸一口气，将档案接过，翻开了第一页。档案首页是苏天生的标准证件照，照片上的青年眼神干净，嘴角甚至还带着一丝阳光的笑意。个人履历也同样普通到有些简单，同时没有任何违法和暴力倾向记录。直到秦风将档案翻到最后一页，家庭关系，整个指挥中心无数人瞳孔骤然紧缩。父亲苏卫国状态已故，母亲陈静状态已故，死亡日期6月7日，原因车祸。递交报告的调查员推了推眼镜，神色凝重。秦队，我仔细查了当年那场车祸的卷宗，太过蹊跷。有些线索似乎是被强行抹平，监控提前1天损坏，司机死因压根对不上。当年负责此案的一名科员坚持要追查下去，结果1个月后，他全家就出了煤气中毒事故。秦风猛吸一口香烟，苏明父亲竟是老侦察兵，因在一次未公开的境外冲突中，以重伤为代价救下整个小队，并带回关键情报，光荣退役。调查员继续说道：他的母亲陈静，国内顶尖的心外科医生，曾参与多次人道主义救援，甚至不顾危险救下了一位友邦重要人物，一个铁血军魂，一个医者仁心。这样的英雄夫妇，他们的死讯本该引起重视，天生作为遗孤，也该受到最高规格的抚恤和保护。但现实是这件事被死死压下，他没有得到1分钱的抚恤，就像被世界遗忘了一样。林婉听到这娇躯一震，他为什么不上报？为什么不寻找帮助啊？整个指挥中心死一片寂静，只有秦风在烟雾中眼神复杂。小林啊，你觉得一个20多岁的大学生，父母突然意外死亡，所有知情人死的死，伤的伤，他还敢闹吗？也许这小子从一开始就懂了，他若是闹，第2天就会成为意外中的一员。只有像个真正的孤儿，夹着尾巴活下去，他的命才能留到现在。一旁的周教授推了推眼镜，转过身去。这水简直深不见底呀！随后秦风猛然站了起来。小梁，你辛苦一下，侧面敲一敲当年的案子。现在对天生的行动策略暂时搁置，在查清真相前，我们不做任何定性。他不是敌人，至少现在不是。随后秦风拿起你的档案袋时，今晚的会议内容严格保密，我们不能让天生的父母流了血，还要让他们的孩子继续流泪。另一边，你已经完成了2次献祭，但却全都是史诗级道具，只适合献祭给猩红王座。于是你继续寻找，终于在一片散发恶臭的废弃建筑前停下脚步。只见上面歪歪斜斜地挂着一个招牌“爱宠市场”。你下意识地捂住了鼻子，可真理之眼却捕捉到了一丝微弱的能量波动。根据前几次的经验，你果断推开锈迹斑斑的铁门。这里空气中都充斥着腐烂的味道，角落还堆积着无数的铁笼。突然，你脚步一顿，只见眼前有个极其不一样的祭坛，竟和猩红王座有点像。只见它直径超过2米，是个散发着不祥气息的巨大肉茧，里面有很多虫影在相互吞噬撕咬，仿佛要酝酿出最强的王者后，最终才会破茧而出。这特么竟然能是祭坛！你没敢靠近，远远地对着祭坛使用了真理之眼。足足数秒钟后，文字才浮现而出：祭坛编号1748，连接道标万古之潮，影虚随行，心虚归一，然无形之枷锁，何以助凡尘之气？求一指空文，素不二之心。你看着这段神神叨叨的咒语，头皮发麻。竟然是传说中才存在的蛊，而且怎么还玩上了文字游戏？
戏。随后你一字一句的反复读了好几遍，却一直没搞懂对方到底有什么需求。想不通，随即你决定不想了，接着直接掏出手机开始搜索，看到结果后才逐渐明了。影虚随形说的是影子必须跟随形体，心虚归一说的是思想和意志需要统一。换句话说，就是追随和忠诚。那么第一个关键词就是忠诚。第二句，然无形之枷锁，何以助凡尘之气？意思是说，如何将看不见摸不着的精神忠诚，用看得见摸得着的契约固定下来。这不就是精神物质化吗？谈过女朋友的不都知道吗？买包，如果不买就是不爱她，这俩一个道理。随后你有些讥讽的一笑，继续看向了第三句话的搜索结果，求一纸空文素不二之心。这句话刚好也是最矛盾最核心的地方，一份没有任何约束力的白纸，怎么塑造出绝不背叛的忠诚？你嘴角抽搐，难道真有人当牛马进化成了黑奴这种地步？可就算懂了字面意思，你依旧不知道该向祭坛献祭什么东西。卖身契还是打工合同？貌似这些都不对，毕竟合同这些纸面的东西，只要利益足够可以随时撕毁，卖身契也只是武力的绝对压迫而已，不是发自内心的忠诚。而且你还不能猜错，否则这么多蛊虫组成的黑光灾厄，光是想想就足以让你头皮发麻。你只感觉思维陷入了死胡同中。就在你思考了1个小时都没有头绪时，便愤怒的一拳砸在了附近的墙壁上，因为用力过猛，背包里的相册都直接掉了出来。只见首页第1张便是父亲笔挺的身影，曾经父亲溺爱地摸着你的头。臭小子，记住，咱们老苏家的人走到哪脊梁骨都不能弯。你的身体猛地一震，反应了过来。龙国上下数千年的文化传承，依靠的是血脉宗祖。一个人无论身在何处，成就有多高，他都无法割舍自己的姓氏，还有身体中流淌的血液，这是他的根。而族谱和供奉祖先牌位的祠堂，不就是最贴切的空文和凡尘之气吗？族谱本质上就是写了字的纸，牌位原本也只是一块刻了字的木头，但却是所有人刻在骨子里的归属感。你眼中所有的迷茫一扫而空，可是残酷的现实压在了你的面前。你现在没有家族，更没有族谱，甚至连父母已经离世，亲戚们更是避你如蛇蝎。你现在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孤家寡人。这个祭坛对你来说根本就是一个死局，一个无法完成的死局。片刻后，寂静的爱宠市场内传来一声低笑，随后笑声越来越大。你猛地抬起头，眼中火光闪烁。既然没有家族，我苏明从今日起自成一族。从父母去世时，你就发现了滔天的黑幕，你不知道敌人是谁，只能永远停留在绝望的猜测中。但祭坛降临，让你看见那些被垄断的规则开始崩塌，而你现在就是要反抗，更要大开杀戒。所以你要亲手为自己立下第1块牌位。环顾四周后，目光最终锁定在倒塌的货架上。你将最厚实的松木板直接掰了下来，随后你直接咬开指尖，对着木板上写下了2个字：苏明。整块木板毫无征兆的剧烈一颤，经过原血改造的血液能量磅礴，你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和牌位之间的联系。随后你捧着牌位走到肉茧前，手中的牌位猛地按在肉茧之上，四周突然变得安静无比，你心脏狂跳。下一秒，鼓声从4面8方传来，你只感觉自己回到了古老的原始森林，那里的远古种族在虔诚的祭拜，不仅用身姿曼妙的女子献祭，还有无数色彩斑斓的毒蛇助威，不同流派的信徒都在展现自己的虔诚。突然，一道声音响起：看，这才是蛊，是遵守规则，是心甘情愿的献身。你一个无根无凭的凡人，也敢妄谈开宗立派？瞬间混乱的意志冲击着你的大脑，眼前的画面开始疯狂闪烁。你隐约看到茧中的蛊虫已经开始爬上你的手臂，你想离开，却根本无法动弹。兜里的魂币黑气流转，瞬间你双眼通红爆发，全身气血开始咆哮。尔等传承不过是旧时代的残响，而我才是新纪元的道标，我即是规则。瞬间幻象破碎，你浑身都被冷汗浸透。肉茧中那些即将冲出的蛊虫齐齐僵住，他们开始加速疯狂的撕咬吞噬，直到最后所有声音都消失，只有一只通体漆黑的巨大甲虫。这就是我的蛊王吗？你声音颤抖，满是兴奋。这气势怎么说应该也有传说级了吧？可突然间你眼皮狂跳，只见包裹着蛊王的薄膜骤然收紧，直接将那只唯一幸存的蛊王挤成了肉泥。你瞬间破防，是不是玩我？你赌上一切承受精神冲击，最后却连一只蛊虫都不给。只见异变再次发生，瘪下去的肉茧爆发出冲天红光，这股恐怖的能量波动震得你站不稳。难道那甲虫的背后还有更强的圣者？只见红光逐渐散尽，肉茧祭坛依旧矗立，只是内部空空如也，只有祭坛上空飘着颗青黑肉核。你立刻开启真理之眼，只见一行绿色的文字浮现，名称古潮之心，品质神话，可自行吸收天地间的能量，每隔15天随机培育出一只全新的蛊虫。功能2，可用于存放融合所有品类蛊虫。卧槽，竟然又是神话，而且还是一个永动机。虽然产出间隔更长了，但是蛊虫这种东西可没有什么弱的，而且功能2
2竟然可以融合这种蛊虫，也就是说应声虫杂交一下7绝蛊，直接合个绝响蛊出来吗？突然间你看向蛊巢之心旁边，只见那里漂浮着2只蛊虫，一大一小，通体血红，大的那只如指甲盖般安静蛰伏，小的那只则像一粒红痣围着大蛊虫转圈，瞬间真理之眼开启，名称血脉同心蛊，品质传说，母蛊可以融入自身，子蛊可以融入灵魂，子蛊宿主会对母蛊宿主保持绝对忠诚，一旦子蛊宿主有反叛念头，母蛊立刻就能毁灭子蛊宿主，你顿时倒吸一口凉气，这玩意儿的功能简直变态，一旦种下，对方就是你的死忠傀儡，生死都在你一念之间，你脑子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赵刚，但转念一想，这可是传说级道具，用在一个普通人身上太浪费了，好钢得用在刀刃上。收好东西，你准备回去，好好规划一下未来几天的行动。画面一转，另一边的豪宅静室里，严大小姐正在疗伤，之前跟你交手留下的暗伤让她痛苦不已。就在这时，大门被撞开，夏薇薇连滚带爬地冲了进来，她浑身是血，手臂骨折，看着就像刚从泥坑里捞出来的落水狗。颜若雪眼里全是嫌弃，废物，你怎么搞成这副德行？夏薇薇立马开始哭惨，我被那个废物前男友偷袭了，对方不知道学了什么邪门功夫，把保护我的保镖全杀了，他完全没把我们黑影放在眼里，甚至逼问出了分部那边的据点。颜若雪听完后更加无语，你被一个废物前男友单刷了整个小队，你还有脸哭？不过她也没心思管这些破事，既然那个前男友知道据点的位置，为了以防万一，颜若雪直接给手下鹰爷打去了电话。据点戒备等级拉满，人手增加1倍，务必把那个地方守得像铁桶一样，记住，绝对不能影响我的计划。挂了电话，他疼得龇牙咧嘴，心里又想起那个强大的男人。时间来到凌晨，灰雨准时降临，你拿着静谧之杯站在屋檐下，这杯子确实好用，怪不得那么多人喜欢用杯子，以后遇到那种想变异的，直接一杯就能没收作案工具。回到卧室，你开始清点现在的家底，神话级道具有深渊魔龙蛋、魂臂和蛊巢之心，传说级有降维仓库、命运怀表和希望之星，再加上这刚到手的同心蛊，这一身装备的豪华程度，说出去能让各方人马抢破头。除了这些，你手里还捏着几瓶能救命也能升级的元血，这都是你在这个乱世安身立命的底气。毕竟官方大概率已经注意到你了，再加上那个阴魂不散的黑影组织，大战在即，必须得心里有数。就在这时，手机震动了一下，是赵刚打来的，语气里透着一股兴奋。苏总，你给我的那块祭坛碎片卖出去了，26000，比官方收购价还高了3成，而且买家还不是一般人，他们自称是黑影组织的人，对方还给我发了邀请函，让我加入他们组织，说是有内部福利，还能受到什么庇护。听到黑影2个字，你敲桌子的手停住了，这就叫冤家路窄，你正愁没机会把他们连根拔起呢，这就送上门来了。你嘴角勾起一抹冷笑，直接对赵刚说道：赵叔，答应他们加入黑影。电话那头的赵刚懵了，以为自己听错了，你语气变得森然，直言不讳地说道：我跟黑影是不死不休的仇，让你加入是去当卧底。这件事对赵刚而言九死一生，甚至可以说就是让他下地狱，所以赵刚听完沉默了。但他是个聪明人，更是个走投无路的父亲，为了救女儿，别说下地狱，刀山火海他也得闯。赵刚咬着牙答应了下来，只要你能救我女儿，这条命就是你的。你笑了，接着也没给他画大饼，反而直接询问他女儿的病情，得知是急性白血病后，你看着手里暗红色的元血，心里冒出一个疯狂的念头，这玩意儿能洗筋伐髓，重塑肉身，那能不能治好赵刚女儿的白血病？既然要收买人心，就得来点这种逆天改命的手段。随后你直接安排道：赵叔，明天下午我来找你拿第1批道具，到时候我会再给你1块祭坛碎片，你拿去找黑影做交易，顺便接受邀请。另外在去你家之前，我想先去医院探望一下你的女儿。挂了电话，你躺在床上准备睡觉，结果做了一个离谱到家的梦，梦里你被一个穿着燕尾服的吸血鬼追杀，这吸血鬼长得那叫一个优雅贵气，很快便把你堵在墙角，你正准备拼命，结果对方凑到你耳边，一脸幽怨的来了一句：不是哥们，谁家好吸血鬼天天吃火柴呀？你猛地惊醒，直接被气笑了，这他妈是猩红王座给你托梦呢，嫌弃你喂的火柴档次低了。你气冲冲跑到地下室，对着那颗跳动的心脏就是一顿输出。子不嫌母丑，狗不嫌家贫，有的吃就不错了，还挑食。不过骂归骂，你也反应过来了，这玩意儿居然有意识，应该是通过吞噬道具进化而来。为了安抚这个矫情的祖宗，你忍痛扔了几根火柴进去，看着它吞噬速度比以前快了1倍，你心里乐开了花。看来以后得多搞点好东西喂它。懂好了王座，你又看向手里的龙蛋，孵化进度卡在85%上不去了，于是你掏出1瓶元血想给它加餐，结果龙蛋相当有骨气，尾巴一甩直接拒绝，根本不带看一眼，你当场无语。得，这也是个吃不来细糠的主，看来想要孵化它，还是得靠最原始的办法，杀怪。如果再天天杀鸡，恐怕魂臂也要给我托梦了。
得换一个品种了。随后你拨通了王老板的电话，开口就要了100头猪，毕竟杀鸡杀腻了，得换换口味练练手。然而王老板一听猪这个字，吓得声音都在抖。苏老板，猪最近可不能碰啊，那边几个大型养猪场可都出邪事了。闻言你眉头一挑，让他说清楚。王老板这才哆哆嗦嗦地告诉你，我昨晚跟老李视频通话时，亲眼看到那些猪疯了，眼睛血红，见人就咬，甚至在视频里把老李给啃了，画面里全是黑血和惨叫，吓得我魂都飞了。事后打电话也没人接，而那个叫李家傲的地方，现在绝对是个人间炼狱。听完后你却笑了，这不是巧了吗？正愁没地儿刷经验呢，况且这群变异的猪岂不正是给你送菜的吗？于是你当即问他要地址，王老板见你铁了心要去，只能把地址告诉你，甚至还要把自己那把绿色品质的斧头送你防身。你听得心里一暖，虽然这斧头在你眼里就是废铁，但这份心意难得。于是你拒绝了斧头，说道：好好在家待着，等我回来请你和嫂子喝酒。画面一转，你根据定位来到了李家傲，这地方确实偏僻，连只鸟都没有，空气里全是腐烂的臭味。只见路中央竖立着一个锈迹斑斑的油桶，你顿时停住了脚步，心想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该有信箱这种东西吗？随后真理之眼开启祭坛编号52818，连接道标万界信箱，对秘密上瘾，渴望窥探，喜爱分享所有人的隐私八卦。看到编号你就有点绷不住了，52818我爱扒一扒。这祭坛的需求还真是不太礼貌，没有一点边界感。不过要是真用好了，或许也能窥探到一些惊天秘密。尽管你纠结片刻，但还是决定先处理正事。一路摸到村里的歪脖子槐树下，几座猪舍的墙壁早已坍塌过半。刚靠近猪舍，就听见里面传来令人毛骨悚然的咀嚼声。猪舍内一头体型比寻常家猪壮硕了整整1圈的怪物，正背对着你埋头疯狂啃食着什么。真理之眼开启，名称瘟疫狂猪，品质普通灾厄，彻底被污染的牲畜理智全无，沦为了只知杀戮与啃食的怪物。你一边咀嚼着污染这个关键词，一边思索着这污染的源头究竟是什么。不过你也没废话，摸到他身后，手起刀落，巨大的猪头直接滚落，魂臂的成长进度瞬间涨了10几点，果然比杀鸡快多了。岂料就在这时，那无头猪尸竟毫无征兆的猛然炸开，巨大的声响惊动了整个猪舍，数十头瘟疫狂猪撞破围栏冲了出来，一双双血红的眼睛死死盯着你。这场面若是换任何一个人来，都要被吓得尿裤子，但在你眼里却兴奋的发抖。这哪是怪物啊，这分明是一堆行走的经验包。看来你的魂臂和小龙娘今天都要吃撑了。顿时吼声震天，猪群像泥石流一样冲了过来，你不仅不躲，反而迎面冲了上去，刀光闪烁，猪头乱飞，每一刀下去，魂臂的进度条都在疯长。与此同时，爆炸声此起彼伏，你像个无情的收割机，在猪群里疯狂刷怪。就在魂臂的进度刚刚升满之时，突然一股心悸的感觉涌上心头，命运怀表的预警让你瞬间后退。同时你也惊讶地发现，那些炸开的黑血并没有消散，而是像受到了牵引一样，全部流向了那棵歪脖子槐树。你心中暗叫不好，原来这是在玩灯下黑呀！真正的 BOSS 竟然是这棵树。只见那槐树吸饱了血，瞬间活了过来，原本枯败的槐树枝干竟是疯狂生长蔓延，无数血色的枝叶凭空生出，组成了一顶遮天蔽日的妖异华盖。看到这一幕，你不禁吐槽了一句：这特么是木盾，树界降临是吧？只见树干上无数血肉蠕动汇聚，竟然直接长出了一颗巨大的独眼，显然它活了。瞬间真理之眼开启，一行行燃烧着的血色文字在眼前疯狂跳动，祭坛编号 V177，连接道标腐烂温床，以万灵血肉为嗣，于绝望死寂之地孕育腐烂之子。这编号竟然带个 V， 这代表什么？虽然没来得及细想，但是你只感觉这棵树给你的压迫感比之前的史诗级怨灵还要强。这玩意儿正在孕育什么腐烂之子，必须趁它没成型之前宰了它。当你握紧已经升级完毕的魂臂，杀意暴涨，刚准备冲上去时，突然轰的一声巨响，你脚下气血轰然炸开，整个人如离弦之箭向后暴退。因为原先站立的地面已经被无数根猩红的藤蔓悍然刺穿，头顶那遮天蔽日的血色树冠剧烈摇晃，数以万计的飞叶化作刀雨呼啸而下，这片区域已然化作了这怪物的绝对领域。你动用真理之眼再次看了过去，只见独眼树妖的名讳终于浮现，名称四主怀魔，品质史诗级灾厄，由异化祭坛催生而出的灾厄，以守护腐烂之子降临为使命。原来编号带 V 的竟是异化祭坛。此刻你根本来不及多想，命运怀表的子弹时间瞬间开启，那锋利如刀的夜雨已经到了头顶，你在密集的攻击中疯狂走位，在无数藤蔓与飞叶的缝隙间疯狂腾挪，但怪物的火力实在太猛了，一片闪烁着幽红光芒的飞叶还是划破了你的手臂，伤口处血肉迅速发黑腐烂，你脸色巨变，体内元血疯狂涌动，强行压制着那股阴毒力量的蔓延。然而就是这瞬间的僵直，一根粗大的藤蔓狠狠抽在你的后背，这一击差点把你的骨头都
打断，整个人也一口鲜血喷了出去。这也让你再一次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。史诗级怪物确实有点超模，眼看又一根巨型藤蔓横扫过来，你避无可避。猛然间，你想起了那杯灰雨，于是你决定死马当活马医，掏出静谧之杯，对着藤蔓狠狠泼了过去。奇迹发生了，那根足以碾碎坦克的藤蔓，在接触灰雨的瞬间，直接变成了朽木，化为飞灰。连怀魔那只大独眼都懵了，显然他不理解。趁他发愣的功夫，你脚下发力再次冲锋，怀魔彻底暴怒，无数血色藤蔓破土而出，这一刻才是他的完全体。但你已经没有退路了，你一边小心翼翼地撒着灰雨开路，一边硬顶着漫天飞叶冲向本体。当然代价是惨痛的，身上多出了无数道伤口，意识都开始模糊。但你离那只独眼越来越近，30米、20米、10米。就在这时，杯子里的灰雨空了，你心里咯噔一下，这意味着再也没有保命的底牌了。怀魔也抓住了这个机会，树干裂开，射出一根必杀的黑色藤蔓，速度快到让你绝望。就连命运怀表的预判中，也只剩下了死亡的血红。千钧一发之际，你掏出了那根希望的火柴，于最深的黑暗中点燃。轰的一声，火苗触碰藤蔓，引发剧烈爆炸。那一击必杀被你硬生生挡了下来。毕竟火克木，这就是希望。你抓住机会，人刀合一，化作一道黑色流光，狠狠刺进了那只惊恐的独眼。给我破！咔嚓一声，独眼碎裂，紧接着整棵通天巨树轰然崩解，化作一道连接天地的黑色光柱。这一刻，整个江州都能看到这恐怖的异象。你被气浪掀飞几十米，浑身是血，狼狈不堪，但你却在狂笑，因为你赢了，又一次从史诗级灾厄的手中活了下来。你拖着残破的身躯走到黑色光柱的中心，只见那里有2件散发着微光的物品格外显眼。第一件是个拳头大小的黑色圆球，瞬间真理之眼开启，微型祭坛之心怀魔品质史诗，可与任意一座祭坛进行永久性融合，将其改造，异化祭坛陨灭后才有可能凝聚出的核心，既是死亡的残响，亦是新生的胚胎。消耗品一旦选定祭坛进行融合，若强行剥离该微型祭坛之心消失。卧槽，这可是好东西，以后拿来喂养猩红王做正合适。随后你将目光投向了第2件战利品，腐烂的印记品质传说。你的灵魂被烙印上了一丝腐烂的气息，对所有腐烂相关的负面力量拥有大幅抗性与亲和力。虽然只能增加抗性，看起来有点鸡肋，但就在你准备将灰烬收起时，眼前浮现的血色文字让你头皮发麻。你让沉睡中的腐烂之子感到了一丝久违的趣味，他期待着与你的正式见面。你瞬间炸毛，原来杀了小的老的没死，还把你盯上了，这感觉就像被一个巨人当成了有趣的蚂蚁。于是你骂了一句，转身赶紧开溜，毕竟这通天的黑色魔柱太显眼。可你刚走出2步，次元空间内那腐烂的印记有了动静，一道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意志骤然降临，一个永不磨灭的标记打在了你身上。你在漆黑的风暴之中隐约看见一道身影，正是腐烂之子。你咬紧牙关，开启真理之眼，前所未有的剧痛传入双眼，2行滚烫的血泪从眼角滑落。给老子看，看清楚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！名称未知，品质未知，介绍未知。看到结果，你压不住翻腾的气血，一口黑血喷了出来。对方似乎超越了真理之眼目前所能探查的极限。诚然，你的卦很多，在如今绝对算是一方强者，可在那些家伙面前却依旧是蝼蚁。随后你再次抬起头看向天空，那道身影消失了。与此同时，整个江城都乱套了。异常事务管理局拉响了1级警报，将此次冲天黑光事件定名为大黑天。颜若雪也看到了异象，立刻召集精锐赶往现场。所有藏在暗处的牛鬼蛇神都朝着李家傲蜂拥而至，但凡有些实力的都在往这边赶，想要分一杯羹。然而唯有你在逆行，你要去那个之前遇到的八卦祭坛看看，顺便检查一下升级后的魂币，名称终极魂币，品质神话，新增功用万法不侵，我的机制在你之上。新增功用魂息滋养，击杀目标后汲取其生命本源，为持有者恢复战力，实现杀戮续航。新增功用鹿神威压，对神话级单位造成1000%的伤害。看着这豪华的属性，你忍不住想给魂币磕一个。哥们儿牛逼！魂币晋升后的属性简直变态，万法不侵意味着以后再也没有刮痧，什么机制怪规则怪通通一刀劈成2半。魂息滋养更是补上了你最大的短板，只要杀戮不止，你就是一台永动机。最后的弑神威压更是霸道，只要给你时间，你连神都敢杀。带你回到油桶祭坛前，用手指沾着鲜血在白纸上写下8个大字：我见过神，我要弑神。写完后你直接塞进油桶，油桶瞬间尖笑金光冲天。看来这八卦太劲爆了。油桶的取信口吐出了一个质感古朴的黑色信封，拿到信封后你转身就跑，毕竟动静太大了。回到屠宰场后，你先是喝了2瓶元血恢复伤势，然后打开了那封质感奇特的黑色信封。只见上面一开始是空白，紧接着跳出一行金字：你的八卦我非常喜欢，作为交换告诉你2个秘密。第一滴灰雨并非来自天空，而是英雄的眼泪，这让你倒吸一口凉气。这颠覆世界的灰雨竟然是一个人的眼泪，这得是什么样的存在啊！紧接着第2个秘密浮现，那些艺术家们已经迫不及待，正在做最后的彩排，尤其是他很想见你，不禁让你眉头紧锁。这谜语人当的艺术家是谁？他又是谁？
于是你用真理之眼探查，试图探查这行文字背后隐藏的因果与真相，结果什么都看不出来。下一秒，手中的黑色信封和信纸化作一捧金色的尘埃，消散在空气中。线索断了，你气得一拳砸在桌子上。这祭坛真是不干人事，丧心病狂，非要当个谜语人。既然想不通就不想了，眼下提升实力才是王道。接着，你给王老板打了个电话，让他再送1000只鸡过来，期间顺便演了一波戏，假装自己被那根大黑柱吓回来了。王老板信以为真，连连感叹：活着就好，不去好，咱不去就好啊！挂了电话后，你来到地下室，拿出了那颗怀魔的祭坛之心。这是一场豪赌，赌赢了，猩红王座将迎来蜕变；赌输了，就是浪费一件史诗道具。你把祭坛之心在王座前晃了晃，警告这货别直接当零食吃了，随后直接放了上去。滋的一声，一股青烟冒起，祭坛之心突然睁开独眼，伸出无数黑色根须，想要强行寄生。这下彻底激怒了沉睡的君王，猩红王座轰然震动，无数血色触手暴起，对着那些胆敢入侵的根须就是一顿绞杀。仅仅1分钟，战斗结束，黑色根须被吞噬殆尽，一切归于平静。你刚想吐槽是不是玩坏了，只见王座中心竟然长出了一根翠绿的树枝，顶端还结着一颗晶莹剔透的绿果子。真理之眼开启，猩红王座已融合怀魔之心，新增特殊属性，原血将被心血之术汲取，灌入心血之果进行酿造。你心跳加速，但这会儿手里没多余道具测试。突然你灵光一闪，直接从仓库掏出一瓶普通原血。谁规定不能用原血献祭原血？这叫卡 bug， 这叫无限套娃。猩红王座虽然无语，但还是乖乖吞了下去。片刻后，果实光芒大作，一瓶全新的原血掉落下来，瓶子里的液体变成了充满生命力的绿色。真理之眼鉴定，原血心血提纯，不仅能提升气血，更重要的是药性温和，还能修复机体、净化血脉、驱逐负面能量。你看着这瓶升级版原血，呼吸急促。好，改良升级版来了。你死死盯着净化血脉这几个字，脑海里瞬间浮现出赵刚那个患白血病的女儿。之前你只有不到1成的把握，甚至担心她虚弱的身体扛不住狂暴的能量，但现在有了这瓶温和的提纯版，重获新生的几率高达9成，这简直就是为她量身定做的神药。你心里清楚，这不仅仅是救一条命，更是一笔回报率无法估量的投资。只要救活了他女儿，赵刚这个懂金融、有头脑的人才将会成为你最死心塌的心腹。这一波稳了，因此你心情大好，拿出手机准备刷论坛。然而刚看一眼，你脸色瞬间变了，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？你本以为干掉怀魔的动静会霸榜热搜，结果打开论坛一看，关于江城黑光的帖子虽然有，但却被更恐怖的消息淹没了。映入眼帘的是一连串被血红加粗的标题：丰都镇的纸人全部复活，正在街上敲锣打鼓搞婚丧嫁娶，胆小误入，内有高清大图，锦城午夜响彻麻将声，逼疯了无数居民。东海涌现巨型变异海鱼，西江岩石复活，组成巨兽军团，正向城市推进。国外瘟疫火山爆发，显然这一桩桩一件件全是你没见过的异化祭坛搞的鬼。看来怀魔不是个例，原来血月事件之后，世界根本没有回归之前的规律，异化祭坛正在疯狂播种，孕育着无数未知的恐怖。这也让你意识到必须加速变强了。下午4点，你将送来的1000只鸡全部处理完毕，魂币的1万点进化值简直杯水车薪。小龙娘的孵化进度则是来到88.5%。既然身体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，你决定去见见赵刚，这是你计划中最重要的一环。待电话打通，赵刚的声音像被抽走了灵魂，只报了一个医院地址就挂了。40分钟后，你在医院走廊见到了苍老无比的赵刚，他正跪求医生救救他女儿，哪怕倾家荡产也要买国外的特效药。医生无奈叹息道：癌细胞扩散太快，神仙难救。听到这话，赵刚夫妇彻底崩溃，于是你走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跟着他们走进了病房。病床上，只见那个叫赵星河的小女孩瘦得脱了相，看到父母进来，却还是挤出了一个懂事的笑容，甚至还有力气叫你一声叔叔。这声叔叔叫得你心里发酸。赵刚双膝跪在病床边，像个无助的孩子，握着女儿干枯的小手，泪如雨下。此时小女孩眼眶也湿了，她伸出那只几乎只剩下皮包骨的小手，轻轻地抚摸着赵刚爬满泪痕的脸颊。爸爸，我是不是很快就要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了呀？没关系的，我看书上说好孩子都会变成天上的星星，以后我会在天上变成最亮的那颗星星，一直看着爸爸和妈妈。所以如果你们想我了，就抬头看看夜晚的天空。听到这番话，连医生都忍不住猛地别过头去。随后你把赵刚拉到走廊，低声询问情况到底怎么样了。赵刚靠着冰冷的墙壁，声音嘶哑：医生说按现在的情况最多还有半个月。看着这个绝望的男人，你淡淡的说了一句：我有办法。果然这3个字让赵刚死寂的眼神焕发出亮光，瞬间他便跪在了你面前。你缓缓俯下身，漆黑的眸子倒映着男人崩溃的模样，同时嘴唇微动，说明情况，声音不大，却让赵刚的瞳孔猛地一缩。起初赵刚疯狂摇头，这太荒谬，也太危险了。但是摇着摇着他停了下来，那份被点燃的狂热希望压倒了一切。赌？为什么不赌？带回到病房，赵刚在妻子耳边解释，赵太太
太神色惊骇，难以置信地看着自己的丈夫。不过她虽然害怕，但想到她女儿时日无多，在丈夫癫狂的眼神下，赵太太还是选择了相信。随后她转头看向病床上的女儿，声音颤抖：星河，叔叔有种特殊的药，但可能会有点疼，也可能会伤害到你，你怕不怕？虚弱到极点的赵星河几乎没有犹豫，轻轻地摇了摇头。星河不怕疼的，只要能一直陪在爸爸妈妈身边。如果不成功，你们千万不要怪叔叔。赵刚猛地扭过身，不让眼泪在女儿面前落下。见状，你不再多言，将手伸进裤兜，一瓶点缀着绿色微光的原血被拿了出来。赵太太颤抖着双手接过，在盖子揭开的刹那，磅礴的生命气息瞬间充盈整个病房，连夫妻二人脸上的憔悴都被冲淡了几分。神药，这绝对是神药！赵太太心中多出了几分激动，小心翼翼地将瓶口凑到女儿嘴边，将原血一滴不剩地喂了进去。虽然液体入喉一开始并无异常，但过了数秒，心电监护仪开始疯狂报警。医生听到动静想冲进来，却被反锁在门外。仅仅几秒钟后，奇迹发生了，狂乱的数值恢复正常。病床上赵星河原本苍白的小脸竟然浮现出几抹红晕。赵刚声音发颤，音调都变了。星河，你感觉怎么样？小女孩缓缓睁开眼，好舒服，就是有点……这让你和赵刚夫妇的心再次纠结。赵星河带着微笑补充道：就是有点饿。此话一出，赵刚夫妇心中的巨石终于落地了，无法抑制的泪水顿时夺眶而出。有希望了，他们的女儿似乎真的从鬼门关里被硬生生拽了回来。一滴神血阎王绕路。此时病房门终于被张医生用备用钥匙打开，谁知他刚想发作，整个人就呆立当场。只见前方小女孩面色明显红润了几分，而机器上的数值也恢复了正常。看到这一幕，医生惊得下巴都要掉了。见状，你转过头，眼神平静地说道：张医生不用一惊一乍，我给他用了祭坛道具。今天的事，我不希望有人到处传，徒添麻烦。医生从巨大的震撼中瞬间惊醒，他能听出你话语里的威胁，也明白这番话什么意思。只是没想到祭坛时代这种堪称无价的宝物，居然舍得用在一个小女孩身上救命。能拿出这种道具又能如此随意处置的人，背后又是何其恐怖。要捏死他，怕是比捏死一只蚂蚁还简单。张医生心领神会，我去准备后续的身体检查，您放心，我绝对保密。说完根本不逗留，直接转身离开。待张医生离开后，赵刚和妻子再忍不住对着你就要跪下，你伸手拦住，让他们先照顾女儿。赵叔，我到楼下等你。走到门口，你突然回头对着小女孩说道：对了，星河，那个下次见面别叫我叔叔，显老。说完你笑着离开。虽然利用了赵刚，但这救赎绝对真实。走出医院后，你脸上的笑容消失，看向天边那根依旧矗立的黑色光柱。按理说怀魔已死，这异象早该消散了，然而为什么还在？难道事情还没完？你看着论坛上的消息，心头微颤。黑光二字被你重重敲下，海量信息瞬间浮现，绝大多数是献祭失败的惨状。但你飞速滑动，锁定了那几条不一样的帖子。普安镇大山深处通天黑柱久聚不散，坐标望宁市。黑光让天空像是被捅了个窟窿，官方已紧急封锁。作为始作俑者之一，你再清楚不过这黑色光柱意味着什么。你是明面上第一个解决微型异化祭坛的人，但绝不是唯一一个。这个世界上能够处理掉史诗级异变的单位，可能比你想象中要多。此时赵刚也从医院走出，他穿行在人流之中，脚步不快，但每一步都无比沉稳，腰杆不再弯曲，而是挺得笔直。虽然脸上挂着泪痕，眼眶依旧红肿，可那双眼睛里再也看不到一丝一毫的颓废。你心有所感，望了过去。这个男人一步步走出过去的阴霾，走向一个全新的由你亲手赋予的新生。终于赵刚走到了你的面前，周围的喧嚣都在这一刻悄然远去。他伸出了手，你也笑着和他握在了一起，一切尽在不言中。十几分钟后，你坐在赵刚家中那张破旧的沙发上，看着赵刚收来的那17件白色品质道具，真理之眼扫过，件件属实。干得不错。你这次当着赵刚的面，手臂轻轻一挥，那堆积成小山的道具凭空消失。神迹赵刚瞳孔一缩，心中震撼，你将他的反应尽收眼底。赵叔的忠诚有了，但除了恩情外，更需要让他永远看不透你的深浅，明白跟着你有前途。另一方面，赵叔作为回收站主理人，你的这个手段也真不方便藏。随后再次取出一块祭坛碎片丢了过去。这个按照我之前说的，去黑影那边运作，打入内部，小心行事。先生放心，从金融角度来说，这叫风险投资。您投了我绝不会让您亏本。你满意的点点头，没再多说。这正是你想要看到的状态。一把磨砺好的刀就该有它自己的锋芒，你的员工就该如此。安排好一切，天色已晚，你拒绝了赵刚夫妇的晚饭邀请，独自离开了那栋破旧的居民楼。路过街角浓郁的烘烤香气，让你脚步一顿，是新出炉的月饼。你看向那轮又大又圆的月亮，才后知后觉，明天是中秋。
秋节。老板，来几盒月饼，除了5人的都要。你提着礼盒走入夜色，撕开一块蛋黄莲蓉，狠狠咬了一口，熟悉的味道让你眼眶发热。可下一秒，笑容猛地僵住。中秋节、中秋晚会彩排52818号，祭坛的信纸内容在脑中炸开。那些艺术家们已经迫不及待了，正在做最后的彩排。难道就在这几天，你眼中多出几分明悟？就在这时，一阵若有若无的唱腔顺着夜风飘入耳中，声音凄婉哀怨到了极致。这调子太阴太邪。谁？你手腕一翻，魂臂已然滑入掌心，冰冷的杀意瞬间锁定四周。然而什么都没有，你心里莫名升起一股怒火，那声音中透出的悲凉孤寂，竟与你此刻因思念父母升起的落寞产生了该死的共鸣。你压低身形，融入夜色。几分钟后，你拨开眼前的荒草，瞳孔微微一缩，一座废弃露天剧场出现在眼前，观众席空无一人，却压抑得像坐满了看不见的鬼魂。舞台上3道截然不同的声音正在交织，左侧是苍凉的武声，中间是哀怨的青衣，右侧是奸笑的小丑。生旦丑齐了，你开启真理之眼，舞台褪去伪装，3个祭坛显露真容，瞬间真理之眼开启。左侧由断戈残甲堆砌，锈迹斑斑，祭坛编号1001，连接道标诸天戏坊白虎堂。为什么我拼命杀敌，皇帝却怀疑我要造反？为什么忠臣都没有好下场？中央祭坛由凤冠珠钗堆成，祭坛编号1003，连接道标诸天戏坊长门宫。他在哭，为什么我为了他不仅付出真心，还帮他权谋天下，最后却落得个孤独终老？右侧祭坛由千百张表情各异的面具叠成，祭坛编号1004，连接道标诸天戏坊众生相。他在笑，笑那高卢起，笑那高卢他，笑这世间所有人都是看不穿的傻子。 3个编号全是顶尖序列，这3位一个不甘，一个哀怨，一个虚无，脉络清晰了。忠臣良将为生，痴情贵女为旦，阴险小丑为宠，生旦丑全齐了。可这台戏如果想唱的黑白分明，还缺一个角色，那个脾气最暴、敢掀桌子定规矩的静。原来如此，这是一台没唱完的残戏，他们困在悲剧里出不来。破局的关键根本不是送上掌声或者稀奇古怪的玩意儿，而是缺个收尾的判官。既然缺个掀桌子的，那我来。你思绪流转，想起了父亲生前最爱听的戏，敬角一出场就代表着规矩，代表着天理。他们爱憎分明，中间立判，是顶天立地的真角色。做人就要像那敬角一样，黑就是黑，白就是白，心里得有杆秤，脊梁得挺得直。哼！月色下，你摇头苦笑。老爸说的是真好，可他立下赫赫战功，却落得个车毁人亡。他的忠骨何曾善终？老妈一片人心救死扶伤，换来的却是白衣染血。悲愤与癫狂如积压了亿万年的火山，猛地从你灵魂最深处彻底爆发。呵，好一台残戏，好一个不得善终，好一个死生不渝。你一步跨上破烂舞台，战鼓仿佛被你擂响。既然要演，那就演个痛快。你走到了舞台边缘，一丝不苟地整理了一下身上的衣服，衣冠即是敬意。可敬的不是这方舞台，也不是祭坛，而是你即将扮演的角色。你化身为敬，对着武生祭坛怒喝：将军，你有什么错？错的是那个昏君听信小人谗言，你手下的兄弟都死绝了，你不为他们讨个公道，还在这里自怨自艾，你配当将军吗？这一声暴喝不再有任何唱腔韵味，只剩下纯粹的质问与愤怒。你单膝跪地，随着重重一拳砸在舞台上，这一拳替你的委屈定音。武生祭坛崩解，怨气消散，你身段一转，化作悲悯，看向青衣祭坛。公主，你也没错，错的是那个人渣配不上你。天下那么多吃不饱饭的百姓，那么多可怜的女子，你身为高高在上的贵妃，却只为了点情情爱爱寻死觅活，你配当一国之母吗？你的悲剧，我替你何关？青衣祭坛光芒暗淡，他服了。然而咯咯咯的笑声却再次响起，众生相祭坛奸细诡谲的笑声，非但没有停止，反而更加大声。演得好，演得真好啊！可惜全是假的，你的恨是装的，你的悲也是装的，你根本不是敬，你就是个跑上台来撒野的疯子！一语道破，原本被压服的武生和青衣祭坛怨气瞬间反弹，这根本不是定鼎乾坤，这是外人的亵渎。小丑还在嘲讽，不智可笑。竟扯了扯嘴角，同样笑了，只是那笑容里没有半分温度。对，我是假的。全场愕然，你指着自己的心口，声音嘶哑：你们的悲欢是剧本写的，是镜花水月，但只有我的悲剧是真的，我的仇恨是活的，我活着的每一秒都比你们这破戏真实10000倍。今日我便以我身为态。噗嗤，刀尖入肉，猛地向下一划，以血画谱，用这种方式为自己画上了一道刚正不阿，却又背负着血海深仇，为复仇而生的脸谱。太痛了，可你嘴角的笑却愈发癫狂。原本动摇的白虎堂和长门宫，在这一刻被彻底慑服，包括那座自诩清醒不可一世的众生相祭坛，千百张面具上的表情彻底凝固，统统化作了纯粹的恐惧。成了，现在我是苏天生，但也同样是静，谁还敢说我是假的？
孤是中秋团圆夜举目无亲的孤，儿是父母双亡却报不了仇的儿，恨是这天道不公的恨。孤儿恨，我不演戏神，我比神更惨，比神更真。轰！巨响率先从白虎堂祭坛炸开，杀气与怨气尽数散去。紧接着，长门宫祭坛随之崩解，凤冠珠钗寸寸碎裂，化作漫天璀璨金雨。最后那座众生像祭坛在一声似哭似笑、如释重负的长叹之后，所有面具上的表情消散，化作亿万金色粒子，三道截然不同的金光相互交相辉映，各逞锋芒。还没等你喘口气，一道赤红如血的光柱从天而降，如弑神长枪，瞬间捅穿了所有金光。卧槽！神话级！你震惊之余，不等你反应，三道被劈散的金光竟化作三股信息洪流，疯狂倒灌进你的眉心。三幕截然不同的残影在脑海中显现。你看到了将军死后在乱葬岗种花，看到了贵妃登基为帝治理天下，看到了小丑摘下面具为乞丐流下一滴泪，同时你也看清了奖励。三座至宝悬于祭坛扑通，你双腿一软，单膝跪倒在地。这对心神消耗实在太大，你掏出一瓶元血仰头一饮而尽，磅礴的生命力冲刷着四肢百骸，伤势飞速愈合。你缓缓站起，来到白虎堂祭坛前，真理之眼运作，名称霸王盔，生系列传说，功用1，霸者重威，气血越雄浑，威压越沉重，等比提升物理减免与伤害。功用2，背水一战，被3名及以上敌人围攻时，霸者重威效果按人数增强。好东西，你眼中爆出金光，这个被动简直就是为你量身定做。随后你来到长门宫祭坛，上方是一块流光溢彩的玉佩，名称青城佩，淡系列传说，功用祸水东引，所有针对你的单体锁定攻击，有几率偏转，随机攻击你身边的其他单位。你脸色古怪，这东西有点邪啊，简直就是刺客亲爹。最后你将目光移向右侧众生像祭坛，若非最后关头这丑角将你逼入绝境，就不会有那出以血画谱。我即是系某种意义上，这丑角成就了你。你来到跟前，将一颗暗红色的牙齿轻握手中，名称反蛇，丑系列传说，功用1，以牙还牙，受到负面状态影响时，有几率触发还击，将该效果削弱反弹给施加者。功用2，此物一定几率反弹负面状态。你呼吸一致，如今的超凡时代，各种诅咒毒素防不胜防，这个几率若是堆上去，简直无敌。3件传说级系列神装，这一波血赚。最后你抬起头，视线死死锁定了舞台的正中央，那里是刚刚那道血色天光轰击的地方，真正的压轴货。你心脏止不住的狂跳。3件传说级系列装备已经是颇天富贵，但那道从天外轰然落下的血色光柱霸道蛮横，一枪尽数捅穿3道金光，神话级没得跑。不过从天而降，以前从没有这样过。你小心翼翼地靠近，微光闪烁处，竟是一张薄如蝉翼的画皮彩绘，真理之眼运作，名称灵人谱，镜系列神话，功用镜威慑心，佩戴后凡目光触及其者，心生惧意，战意衰退。好好好，你放声大笑。这镜威慑心强，字面意义上的强。更恐怖的是，这镜系列足足有7件，要是7件套全是神话级，凑齐之后将是何等光景。今晚的月亮真圆啊，你心情舒畅了不少。经此一役，你想起了信中吐出的另外2句话，那些艺术家们已经迫不及待了，正在做最后的彩排，尤其是他很想见你。今晚演了那出戏后，这团迷雾终于散了。诸天戏坊的那3位不就是最纯粹的艺术家吗？按照这个逻辑，在你遇到诸天戏坊之前，还真认识一位。你心念一动，手中凭空多出了一张边缘烧焦的票券，第4幕的入场券4444，悲泣剧院，一位在舞台上永恒轮回的悲剧女主角、艺术家、女主角，她所有线索连成了一条线。信中提到的那一位，很大概率就是这悲泣剧院的永恒女主角。你之前献祭夏薇薇那张被你憎恨唾弃的照片，换来了入场券，这是你与那位女主角之间早已缔结的因果。怪不得真理之眼看到的是因果，献祭还特么带秋后算账环节。你下意识看了眼手机上的日期，8月14，明天就是中秋节，最后的彩排含义尚有。明天要上演的根本不是什么中秋庆典，而是来自悲泣剧院的艺术家们为整个世界献上的正式演出。2个要命的问题摆在眼前：第一，那位永恒的女主角找你究竟是福是祸？第二，这些艺术家明天将以何种形式降临？怎么办？你眼中闪过一丝戾气，你猛地从降维仓库掏出了3大件：深渊魔龙之卵、魂臂、血脉、同心骨。你伸出手指轻轻触碰魂臂，入手冰凉，却又与你灵魂相连。这家伙前面可替你挡下了不少神魂冲击。随后你目光落向血脉同心骨，一大一小2只蛊虫乖巧地爬到了指尖上。以后你也姓魂，就叫魂骨。最后你看向蹭着你胳膊的深渊魔龙之卵，叫你小黑子不太好听，魂鼻、魂骨、混蛋，咱们魂字辈天团，今儿个算是正式成立了。手机震动是赵刚打来的。苏先生，星河的检查结果全出来了，所有指标都正常了。那就好，中秋快乐。对了，黑影那边我联系上了，直接让我加入了，是外围核心成员。外围核心？你动作一顿，和夏薇薇一样，终究是不入流。但
但这黑影组织的等级似乎森严到了极点。对了，苏先生，我被分到了城东的一个大型物流仓库据点。城东，你眼中闪过一丝了然，果真不是那什么鹰爷的化工厂。记住，多看多听，保护好自己。挂断电话后，屋檐下你就着酒吃着饼，嘴角扯出一抹苦涩。老爸，你等会儿可得好好看，好好学。天上的明月被乌云吞噬，整个世界瞬间暗了下来。滴答，雨水从漆黑的夜空中渐多。你看了眼手机，0点，农历8月15，中秋佳节，中秋平安喜乐，团团圆圆。几句祝福说完，用尽了你身上最后一丝温情，杀意瞬间弥漫。是时候该自己登场了。你拿起靠在门边的那把大黑伞，刷黑伞撑开，隔绝了那能格式化一切超凡的灰雨。你不再回头，踏入无边无际的雨幕。就算有未知的危险要降临，你也要先去捣毁一处黑影的驻地。黑影，我来了。